沈董，摩根家族已经同意让出全球80%的黄金开采权，只要您签字，您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首富。合同签完了，各位请回吧。今天是浅浅的生日，20年了，我沈若冰在海外杀出一条血路，打下这千亿帝国，为的就是能配得上我的女儿，给她这世上最好的一切。大小姐在林家被宠成了小公主，林建国先生每个月发来的账单和照片，大小姐上的都是名校，穿的都是高定。备好我的私人飞机，我要回国，给我的宝贝女儿一个惊喜。不能了，冷了娇娇姐会生气的，一定不能冷。娇娇姐，城南的栗子买回来了，我还放在怀里捂着，一点都没冷。9点01分，林浅，你晚了1分钟。娇娇姐，外面下了大暴雨，公交车停运了，我是跑了10公里回来的，求你，你也配跟我解释？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难怪你亲妈生下你就跑了。别在这碍眼，滚回你自己的房间去。我叫林浅，家里人说我妈妈生下我就跑了，不要我了，家里供我吃穿。我知道我不该奢望太多，我只是想跟他们处好关系，想让娇娇姐开心，想让柳阿姨别再用那种眼神看我，想让这个家有我的一点点位置。要是妈妈还在就好了。妈妈，你真的不要浅浅了吗？你说什么？沈若冰，那个疯女人要从海外回来了，她现在到哪儿了？什么？爸，那个老女人要回来了。万一被她发现林浅才是她亲生的，我们爸挣了她20年的资助，还把她女儿当血包，她会撕了我们的。慌什么？建国，当初离婚时林浅才满月，她连孩子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没错，这20年来，我每个月发给她的照片和视频全都是娇娇的。在沈若冰眼里，住名校、穿高定、被宠成小公主的娇娇才是她唯一的宝贝女儿。外界也只知道林家有一位大小姐，林浅那个小贱人一直被关在后院，谁会知道她的存在？不仅如此，只要我们办一个接风宴，让沈若冰当众宣布娇娇是她的唯一继承人，那千亿帝国就是我们林家的了。那林浅那边得看紧了，绝不能让她露出半点风声。哼，等宴会一过，娇娇拿到了继承权，我们就高枕无忧了。还是爸英明，沈若冰的千亿家产只能是我的。沈总，欢迎回国。林家那边已经得到消息，说3日后要举办一场盛大的接风宴。接风宴，浅浅会去吗？林家那边说，大小姐会亲自在宴会上迎接你。好，那就等到3日后。我这个当妈的缺席了20年，这一次我要当着全京海的面，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沈若冰的女儿是这世上最尊贵的公主。林浅，3天后，咱们林家要举办一场世纪接风宴，海外千亿财团的女总裁要来咱们家当众收大小姐当女儿，顺便把千亿家产的继承权给大小姐。那恭喜娇娇姐！我警告你，宴会那天，竟还是所有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会来。你这个上不了台面的丑小鸭，最好给我乖乖待在地下室里。要是敢溜出来冲撞那位贵人，坏了大小姐的好事，老爷非扒了你的皮不可！管家放心，我这种烂在泥里的人，怎么敢去见那种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这件衣服不用洗了，大小姐刚才说了，被你碰过的东西沾着穷酸气，她嫌恶心。以前总想着再忍忍，再懂事一点，再多做一点。我以为总有一天他们会把我当一家人，可是在他们眼里，我连碰过的东西都是脏的。不指望了，等京海皇家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就走，离开林家。您好，
京海皇家美院的录取通知书，麻烦签收一下。哟，你就是林浅同学吧？这可是京海皇家美院，全国1年就招5个，小姑娘了不起啊！恭喜恭喜，前途无量，以后肯定有出息。谢谢。考上了，终于考上了。只要离开林家去住校，我就能活下去了。不，还给我！京海皇家美院，全国每年只招5个人，我爸给我砸了2000万赞助费，他们都没要我。你这考上了，我当是什么事呢？娇娇，别生这么大气。你是不是觉得考上大学就能逃出我们林家的手掌心了？阿姨，求求你，你的话和通知书以后都是娇娇的了。至于你，一个靠娇娇施舍才能活命的佣人，也配读书？好了，娇娇，别管他了，接风宴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沈董，林建国刚发来消息，说大小姐考上了全国顶级的京海皇家美院。我的浅浅从小就这么优秀，这条价值3个亿的星空之泪，正好配得上她皇家美院高材生的身份。沈董，林家2天后的接风宴，京城各大豪门都会去捧场了。听说林家逢人就夸大小姐冰雪聪明，是个千金名媛。林建国这20年把浅浅照顾的确实不错，没有辜负我留给他的那些资金。通知九州盟旗下所有媒体，到时候我要正式宣布我的女儿林浅成为千亿财团的唯一继承人。林大小姐，这些是沈董特意为您准备的行头。沈董说他缺席了您24年的生命，但从今往后，他要让您成为全世界最耀眼的公主。谢谢安娜秘书，也请替我转告母亲，这些年真的很想她。林总，沈董嘱咐我提前来看看大小姐的成长记录，之后宴会高潮时要向全球财阀播放。安娜小姐，请看，这孩子不仅懂事，还极具艺术天赋。这幅画可是他为了思念母亲，熬了几个通宵画出来的。大小姐果然是天才，沈董看到一定会非常骄傲的。大小姐，时间差不多了，我就告辞了，后天晚宴见。好，麻烦安娜秘书了。我要去找爸爸，通知书是我的，他们不能拿走。这女孩怎么那么像沈总？不可能，大小姐我已经见过了，应该只是巧合。建国，我这心里总突突的，你说这接风宴会不会出岔子？当年他沈家被仇家做局破产，被人满大街追杀，我林建国凭什么要陪他一个丧家之犬送死？要不是我趁着他刚出月子，以保全林家为借口让他签了离婚协议，能有今天林氏集团吗？可她毕竟是沈家大小姐，骨子里傲得很。现在她在海外混成什么九州盟女帝，万一她是回来寻仇的呢？寻仇？如烟啊，你就是胆子太小。沈若冰一个女人在外面混得再风生水起又怎样？女儿就是她的软肋，她自以为掌控一切，其实不过是我们林家的提款机。当初我故意把刚出生的林浅扣下当人质，骗她说只要她每个月按时打钱，我就把这赔钱货当公主养。这20年，她拼死拼活赚来的千亿资产，还不是乖乖汇到我的账上，给我林建国的宝贝女儿娇娇用了。话是这么说，可万一她这次回国想把女儿带走呢？带走？沈若冰的大本营全在海外，她不可能常年待在国内。就算她想带人走，只要咱们娇娇死活不同意出国，她有什么办法？她一个缺席了20年的妈，还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强绑一个成年人不成？娇娇这边我是不担心，但我担心的是阁楼里那个真货。林浅越来越不好控制了，现在居然还偷偷考上了皇家美院。万一哪天他跑出去，凑到沈若冰面前乱咬，这20年的谎言就全拆穿了。那你说怎么办？把林浅锁在阁楼里，最近就别让他出来。等沈若冰走了，咱们就找个外地的艺术学校，给点生活费，让他这辈子都别回林家了。送走了，大家都清静。这就对了。眼下最重要的是稳住沈若冰。爸，如烟阿姨，请把我的录取通知书还给我。哎呀，浅浅，你来的正好，爸爸正想去找你呢。浅浅，刚才都是阿姨不好，是阿姨一时糊涂，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是啊，浅浅，你放心，那张通知书爸爸替你好好收着呢，谁也抢不走。
对，浅浅，等咱们家忙完这阵子，阿姨亲自开车送你去学校报到，好不好？真的吗？你们真的同意我去上学？傻孩子，我怎么会骗你？听话，先回房间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好，谢谢爸爸，谢谢阿姨，那我先回去了。管家，你这是干什么？林浅，这几天你就老老实实待在阁楼里，哪儿也别去。这一箱饼干和水够你吃1个星期的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哼，管家，你把话说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开门！开门！为什么要锁着我？开门啊！放我出去！停车！求求你停车！救命！哪儿来的叫花子？滚远点！我不是叫花子，请您给我点钱，或者带我去皇家美术学院，求求您！我看你就是个碰瓷的，赶紧滚，别脏了我的车！不能停，不能死在这儿，再拦一辆。林家刚才发来消息，说大小姐为了这次晚宴，特意去做了个全身 SPA， 正满心欢喜的等您呢。这丫头，随我，爱美，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她了。沈董的专机已经落地，正在前往林家的路上。沈董十分看重您，今晚的接风宴其实也是想撮合您和林家那位千金大小姐。一个靠海外资金养大的娇娇女罢了，要不是欠沈董一个人情，这种无聊的宴会我绝不会去。停车！老鸨啊，求您借我30块钱，我得坐车去一个地方，钱我会还您的。这眼神怎么会有一丝熟悉感？拿着。谢谢，谢谢先生。好你个林浅，敢跳窗逃跑，给我把他的腿打断拖回去！救救我！我不是……顾爷，让您见笑了，我是林家的大小姐林娇娇。林家大小姐，沈董的女儿，那她是谁？她是我们林家的一个下等人，从小脑子就有精神病。你连顾爷的钱都敢偷，还不赶紧跟我回去接受家法！这就是沈若冰口中那个绝顶聪明、纯洁善良的宝贝女儿。顾爷，沈董的电话说是宴会马上开始了，让您务必早点到场，他要亲自给您介绍他最骄傲的女儿。林大小姐，管好你的人，今晚是沈董的接风宴，别弄出什么见血的晦气事，懂吗？是，顾爷放心，我一定把他关得死死的，绝不碍您的眼。林娇娇，你抢了我的身份，抢了我的通知书，你为什么非要把我逼上绝路？我做错什么了？你就是烂泥里的一条虫，这辈子都只配被我踩在脚底下。疯狗，放开我！我的腿好痛啊！爸，我的腿被这疯狗咬烂了，一会儿怎么见沈董啊？老爷不好了！九州盟的车队已经到大门口了，沈若冰、沈董亲自到了。快，绝对不能让他妈看到林浅！老爷，来不及从后门运出去了。在这狗笼里有黑不该死！为了确保沈董与大小姐重逢的绝对安全，从现在起封锁整个别墅区，在沈董离开前，别墅内的任何人、任何车辆，没有我的允许，
一律不准进出，连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走。是。娇娇，你赶紧上楼换一件长礼服，遮住伤口。好，爸，我这就去。妈，你扶我一下。听说了吗？今天林家这场宴会请动的可是海外九州盟的那位神女帝，林家这次是要一飞冲天了。可不是嘛，我一直以为林娇娇是柳如烟亲生的，真没想到居然是前妻生的。整个京海的公子阁怕是都要踏破林家的门槛。哎，你听懂刚才那些贵宾说的话了吗？我脑子怎么有点转不过来？咱们家这位娇娇大小姐究竟是谁的女儿啊？对啊，平时柳夫人对大小姐那叫一个百依百顺，比亲骨肉还亲，可对后院的林浅却跟对狗一样，动辄打骂。如果林娇娇是前妻生的，那林浅又是谁生的？天哪，该不会是柳夫人让自己的女儿去冒充前妻的女儿？我的妈呀，这豪门恩怨也太狗血了吧！嘘，疯了！这种话你也敢乱说，不要命了！赶紧干活，少说话。若冰，不，沈董，您终于来了，一路车马劳顿，真是辛苦了。林建国，不必说这些废话。我的女儿呢？沈董，浅浅刚刚在楼上试衣服，可能稍微耽搁了一下，您先移步主位歇息片刻，我这就喊佣人去催一下，让她赶紧下来见你。催什么催？我的女儿，她想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来，哪里容得下你们林家的人在这里对她指手画脚，百般催促？妈妈，是您吗？浅浅，我的宝贝女儿，妈妈在海外拼杀了20年，终于回来了。妈妈，其实我现在不叫浅浅了，家里和学校里大家都叫我林娇娇。我知道这个事，你爸爸之前在信里跟我说过。他说你小时候体弱多病，算命的主持说你八字有些弱，改个名字。妈妈，可是浅浅这个名字我太久没听到了，您以后也叫我娇娇。好好好，女儿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要你高兴。娇娇，跟妈妈说实话，这几年在林家，他们对你怎么样？有没有让你受过委屈？沈董，您放心，这孩子可是我的掌上明珠，我怎么可能……闭嘴！我没问你，我要听娇娇自己说。妈妈，爸爸对我真的很好，家里什么好的都先紧着我，而且如烟阿姨也对我照顾有加，从来没把我当外人看。那就好。去林家，开快点。是顾爷，本来咱们时间算得刚刚好，没想到公司突然出了个紧急业务，耽搁了一会儿，现在咱们得抓紧赶过去了。李科，沈董之前有明确提过他女儿叫什么名字吗？沈董平时只说那是林家的大小姐，倒确实没提过具体叫什么。不过顾爷，林家对外统共就林娇娇这么一个独生女儿，还能是谁？是吗？可我总觉得那个林娇娇有些奇怪。那不是顾爷吗？他居然也来了！那不就是京城第一世家的掌门人吗？看来林家这次因为神女帝，面子真是给足了。韩婷，沈董，你来了。安娜之前跟我说你早早的就出发了，怎么到现在才到？公司临时有些急事，半路上接电话处理了一下，来迟了，还请沈董见谅。无碍，公事要紧。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女儿娇娇，你们年轻人平时可以多交流交流。顾爷，久仰您的大名，我是娇娇的父亲林建国，欢迎您以后常来林家做客。沈董，其实我和林大小姐之前已经见过了。哦，你们见过？就在来晚宴的路上，林大小姐带着大批保镖，在郊区的泥泞山路上，似乎在处置一个下人。娇娇，怎么回事？妈妈，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家里一个不听话的女佣犯了臆想症，还偷了家里的贵重物品，我怕她跑出去伤人，才让人把她带回来的。是吗？当时看那女佣满身是伤，确实病得不轻。不知道林大小姐带她回来后是如何按照家法处置的？她现在怎么样了？哎呀，顾总真是宅心仁厚，连我们林家一个小小的女佣都这么关心。那丫头带回来后，我们已经请了医生给她瞧过了，送去后院静养了。
今天可是沈董的接风宴，咱们就别聊这些晦气事儿了。对，沈董，晚宴准备了上好的红酒，还请您多多品鉴。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天这场晚宴主要是为了我多年前的挚爱沈若冰沈董办的接风宴。多年前，我和若冰一见钟情，诞下爱女，只可惜终究是缘分浅了些。虽然我们早已不再是夫妻，但往昔的情谊依然在。今天我特此设宴，欢迎若冰荣归故里。下面让我们有请沈董上来讲几句。多谢各位，今天的宴会说是我的接风宴，不如说是我向大家正式引荐我女儿的宴会。作为母亲，我缺席了她人生中最关键的20年，但让我欣慰的是，她依然成长得非常优秀。安娜，把这孩子这些年的成长记录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女儿不仅懂事，还极具艺术天赋。现在我宣布，从今天起，我的女儿林娇娇将成为我名下千亿财团的唯一继承人。这林娇娇命也太好了，一转眼就成了千亿继承人。就是，你看她那得意的样子。再次感谢各位赏光，接下来的时间大家请便，尽情享受今晚的宴会。沈董，九幽盟这次回国，不知道有没有考虑过在国内投资一些新能源项目？我们集团非常有诚意，能与您开展深度合作。陈总有心了，合作的具体事宜后续可以直接联系我的秘书安娜。林总，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以后你们林家在京海可要多拉扯兄弟一把啊！好说好说，大家喝酒。娇娇，你今天这身礼服也太美了吧！以后你成了九幽盟唯一的继承人，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些好姐妹啊！怎么会呢？大家都是好姐妹。不好意思啊，姐妹们，我突然想起还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先失陪一下，你们慢慢玩。顾总，今天这样热闹，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我妈妈介绍我们认识，让您觉得有些唐突了？林大小姐多虑了，里面有些闷，我出去逛逛，透透气。那我陪你一起去吧，后花园的景色挺不错的。不用，我喜欢一个人。哎，你们两个，快，赶紧跟我去前厅搭把手！今晚来的贵宾实在太多了，根本忙不过来。管家正到处骂人呢。不行，林总刚才亲自交代过，让我们必须死死守着偏厅这扇门，绝对不能让任何人靠近。哎呀，现在所有的大人物都在前厅围着沈董呢，谁会跑到这偏厅来？你们就过去帮个3-5分钟忙，办完酒立刻就回来，能出什么事儿？要是前厅因为人手不够怠慢了贵宾，林总怪罪下来，咱们谁也担待不起啊！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咱们快去快回，就3分钟，应该出不了事儿。行，那就快去快回。怎么会是你？救我！我不是疯子，我没有偷东西。林家真是脏得让人作呕。顾总，您这是干什么？这女人是林家的人，林总交代过不能让人我带走了。林建国有任何意见，让他直接来找我。后门在哪里？在走廊尽头右拐。顾总，沈董的接风宴才刚开始，您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里面太吵，我觉得宴会没什么意思。顾总，
这位是林家一个犯了错的下人，见他可怜，带回家治伤。需要我安排九州盟的车送您吗？不必。顾总，这开门。是。这位姑娘怎么会被折磨成这样？她被关在林家偏庭的铁笼里，还发着高烧。如果今晚我们没带她走，她活不过明天。铁笼？林建国是个伪善的势利小人，而那个林娇娇，她也绝不像沈董以为的那样温和善良。她体温高得厉害，立刻开快点！是，姑爷。娇娇，妈妈这次回国，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想接你走，跟妈妈去海外生活吧。九州盟的总部在那边，妈妈想把你留在身边，把过去这20年欠你的母爱都补给你。妈妈，我做梦都想跟您生活在一起，可是爸爸含辛茹苦养了我20年，如烟阿姨也对我视如己出，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他们。而且我好不容易才考上京海皇家美院，我不想放弃学业。妈妈，您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傻孩子，妈妈怎么会生你的气？既然你舍不得离开国内，妈妈绝不勉强。大不了以后妈妈把重心往国内转移就是了。谢谢妈妈。怎么回事？你腿受伤了？没什么，就是今天下午家里那个患了精神病的佣人突然发疯，不小心弄伤的。是啊，沈董，那丫头疯起来六亲不认，我已经让人把她锁在偏厅反省了。敢伤我沈若冰的女儿，这种人明天直接报警处理，绝不能留。你再说一遍，谁把那个贱人带走了？是顾爷，顾总亲自动手敲开了锁，把林浅抱走的。妈，怎么会是顾寒婷？沈若冰会杀了我们的，我的建议继承权就全没了。建国，先别慌，顾寒婷和林浅素不相识，他今晚带走人，大概率是不满我们背地里动私情，觉得晦气。可是他多问2句，林浅为了保命，肯定什么都会招的。招了又怎么样？林浅是个精神病，这是外界都知道的事。我们现在就咬死一件事儿：林浅偷了家里给沈董准备的祖传珠宝，结果他精神病发作，咬伤了娇娇。顾寒婷就算权势再大，也总不能包庇一个小偷吧？明天一早，我们亲自去顾氏要人。是你？我想听实话，你和林家到底什么关系？我是林建国的亲生女儿。既然是亲生的，为什么他会这样对你？因为林建国告诉我，我生母在生下我满月时，就因为嫌弃林家贫穷，抛下我跑了。林浅，如果我说你母亲当年根本没有抛弃你，而你现在所说的这一切，都只是林建国为了霸占千亿资产编织了20年的谎言，你信吗？这不可能。如果他没抛弃我，为什么这20年他从来没回来看过我，哪怕只有1次？因为他以为他一直通过照片和视频看着你长大，这些照片是林建国每个月发给你母亲的，在他编织的谎言里，这些才是你生活在蜜光里的林家大小姐。所以他却用我的名字和身份去骗取我妈妈的爱。真相到底如何，很快就会见分晓。韩婷，这么晚打电话是为了今晚宴会提前离席跟我赔罪？沈姨，赔罪不急，我这儿有个意外发现，和林家有关，我觉得你有需要亲自来看一眼。林家？是娇娇出什么事了？林大小姐在家里待得很稳，出事的是另一个人。沈姨，出于对晚辈的信任，我建议您现在过来，不要惊动林静。好，把地址发给我。韩婷，到底怎么回事？神神秘秘的，不像你的风格。沈姨，这20年你把女儿托付给林建国，你真的确信他把你留下的那些钱都花在了你女儿身上？你这话什么意思？娇娇被养得很好，她刚才还舍不得学业，不肯跟我出国。您看到的只是林建国想让您看到的。沈姨，做好心理准备，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挑战你的底线。林建国说他家里有个患了精神病，手脚不干净，还咬伤了林大小姐的女佣。没错，娇娇的小腿现在还缠着绷带，我也正打算明天处理这件事。那您看看这个咬伤娇娇的精神病女到底是谁？这是怎么回事？这孩子是谁？他叫林浅，
真的是我妈妈吗？我妈嫌贫爱富，生下我满月就跟野男人跑了。她说我妈恨我，所以这辈子都不会回来见我。谎言，全都是谎言！芊芊，我的宝贝女儿，妈妈没有不要你，妈妈是去外面打仗了，妈妈打下了千亿江山，就是为了回来接你的。对不起，是妈妈回来晚。那娇娇姐呢？林建国说她才是你的女儿，他每个月都把你寄回来的钱给娇娇姐买名牌、读名校，他说那都是他应得的。他应得的？一个陪酒女生的私生女，凭什么用我沈若冰的血害钱？沈姨，这是我让人查到的林娇娇的出生证明，以及林建国和柳如烟的婚庆记录。林娇娇只比芊芊小2个月，也就是说，林建国在你抚养期间就已经出，并在你被仇家追杀离家后，立刻把他们接进了门。沈董，妈，你别吓我，妈。芊芊别怕，妈妈没事，妈妈还要长命百岁，妈妈要把欠你这20年的荣华富贵千倍万倍的还给你。安娜，通知九州盟公关部撤回所有关于林娇娇是唯一继承人的通稿。另外，通知国际顶级律师团和我们的秘密保镖队，给我封锁整个林家，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沈姨，林家那边，林建国正准备伪造一份珠宝失窃案，明早来我这里要人，以此陷害林浅是精神病小偷。要人？好啊，我也正愁这口恶，又气没地方出。芊芊，你休息，明天妈妈带你去林家，看妈妈如何亲手拆了那座地狱，给你报仇。沈总，连夜加急出的鉴定报告。是我的女儿，真的是我的女儿！这20年，妈妈让你受苦了，真的对不起。妈，我真的不是野种，我真的有妈妈。韩婷，这次若不是你，我恐怕这辈子都见不到芊芊了。这份恩情，我沈若冰记下了，日后若有需要，九州盟随时为您效力。沈姨客气，这是我该做的。芊芊，等下到了那个地方，不管看到什么，都不要怕，妈妈就在你身边。这京海，没人敢再动你一根指头。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妈。妈妈，您怎么大清早的就过来了？昨天晚上您走得太急，我还担心您没睡好呢。别叫我妈妈，你不配。妈，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听到了什么误会？误会？林娇娇，看看这上面的字儿，你冒充我女儿20年，拿着我寄给女儿的钱。林娇娇，你们真让我恶心，蒙骗了我和母亲20年。若冰，你听我解释，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我和如烟养育芊芊20年，虽然方式方法有些严苛，但我们从来没有亏待过她呀。娇娇是咱们当初一起认下的，这鉴定报告是不是弄错了？是不是有人存心挑拨咱们一家人的关系？再说芊芊这孩子怎么能被外人3言2语挑拨的跟家里反目成仇？我是你亲爹呀，我怎么会害你？若冰姐，可这20年来，我们在这家里当牛做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牛做马，供书教学。我沈若冰这20年汇给林家的每一笔款项，详细的财务审计，现在居然还敢在我面前演戏，根本不是你自己考上的，那是娇娇考上的，名字写错了，我们那是为了纠正错误。嘴硬，到现在还在嘴硬。把这个别墅里所有的人，包括所有的管家、佣人、保安，全给我集中到大厅来。今天我要把所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全部翻出来，晾在太阳底下。我这20年汇给林家的每一笔款项，都有详细的财务审计。你们用我女儿的血去供养你们的私生女，现在居然还敢在我面前演戏！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谁愿意站出来如实举报林建国、柳如烟和林娇娇这些年对林浅做过的恶事？有一条实证，我奖励10万现金。凡是没欺负过浅浅的，现在站到左边，你们可以拿钱平安离开。陈律师，你来负责记录。诸位，你们长期受雇于林家，或许觉得人在屋檐下不得不对主人唯命是从，但请看清楚局势，林家这艘破船今天就要沉了。你们之前只是下人，受制于人，不敢说真话，这不怪你。但今天沈董事长不仅给你们伸张正义的机会，更会为你们的良知买单。
每一条实证，哪怕只是看到大小姐怎么虐待林浅小姐，只要核实，当场发10万，钱就在这里，正义也在你们手里，谁先站出来，谁就先拿钱。我举报，有次浅浅小姐发高烧，柳如烟硬把她推到冰水池里泡着，说是要物理降温。按手印，留电话。听到了吗？这就是你们这20年的功劳。陆冰，看在20年夫妻名分的份上，给我们一条生路吧，我可以把股份转让给你，放过我们。你们毁掉浅浅的时候，可曾想过饶他一条生路？把这些人全部交给警署，我要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到法律的顶格审判。妈，我们回家。好，倩倩，我们回家，属于你的一切，妈妈会亲手一样样给你拿回来。沈董好，欢迎光临。倩倩，去试试这件，你20年没穿过漂亮裙子了，从今天开始，全世界最好的你都该拥有。不用这么破费，我有衣服穿的。沈小姐，您真谦虚，这件裙子可是设计师特意为您的气质选的，您穿上一定像童话里的公主。我来帮您吧。真好看。倩倩，妈妈亏欠你20年的，这一件衣服怎么够赔？只要你喜欢，整个商场买下来都没问题。发质太差了，那是长期营养不良留下的，用最顶级的护理，一定要帮她养回来。妈，我真的可以变回这样吗？那是他们恶毒。浅浅，你本来就是天生的凤凰，是那些阴沟里的老鼠硬要把你踩进泥里。以后你要抬头挺胸的活，谁敢再说你不配，妈妈就让他消失在京海。这是你1岁到20岁的生日礼物，每年生日妈妈都会准备一份，想着或许明年我就能回来亲手交给你，可是这一等就等了20年。妈，对不起，让你一个人在外面等了这么久。傻孩子，以后这里的每一份礼物，我们一份一份的补回来，好吗？浅浅，吃完饭有什么打算？妈妈已经安排了全球顶尖的商务管理课，如果你想接手九州盟，随时可以开始。我想继续去皇家美院上学。美院？在学校里我是个废物，我要以沈若冰女儿的身份堂堂正正的回去，把原本属于我的金奖、荣耀全部拿回来。不愧是我沈若冰的女儿，你想做什么，妈妈都支持你。妈，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学生，凭本事拿第一。行，听你的，不管你做什么，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如果有谁再敢欺负你，我会让他后悔。浅浅，既然你决定要回美院，那离正式开学还有半个月。这半个月，你先别急着看书，跟着妈妈去公司走走，不需要你管事，只要学会怎么看人用人，怎么守住自己的底牌。好，妈，你说过要教给我，我就跟着你学。我不想再做那个只会隐忍的林浅了，我要学会保护自己，也要学会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才像我的女儿。林建国那一群人，证据链十分完整，律师团会把他们送进监狱，你就当是人生路上的一段肮脏插曲，翻篇了就好。妈，我想问你，当年你那么优秀，叱咤商界，为什么会看上林建国那样的男人？其实那时候我太专注事业了，我对男人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性格敦厚、安分守底，能让我安心搞事业就行。我当时甚至觉得没有野心的男人才最安全。可我忽略了一点，最深沉的恶往往就藏在那些看起来最平庸、最卑微的男人骨子里。他的自卑让他嫉妒我的成就，他的贪婪又让他无法忍受平淡。浅浅，当初是妈看走了眼，才让你受了这么多苦。妈，我不怪你，但我也记住了，以后我找对象绝不会看那些所谓的敦厚面孔。这就对了，不仅不能看这种，那种满嘴甜言蜜语、心术不正的更要离远点。婚姻是锦上添花，如果不能让你变得更好，甚至把你拉进泥潭，那要它有什么用？妈，我想改名字。好，你想改成什么？只要是你喜欢的，妈妈都支持。我想姓沈。以前的林浅已经死在那个铁笼子里了，我想叫沈浅，和你一个姓。好，当然好啊！我的浅浅终于回家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沈浅，是九州盟的小公主，也是妈妈唯一的骄傲。妈，我喜欢这个名字，以后这就是我的人生了。这是城南那个艺术园区的收购案，对方报价很高，但财务报表里藏了隐形的坏账点，大小姐可以先练练手。
安娜姐，你看这里，他们把社流费拆分成了5笔小额支出，这3个地块的租金评估明显高估了周边商业辐射范围价值。如果只是看财务，这是一家优质资产。这才跟着您学了几天，简直比那些资深会计师还要厉害。那是当然，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女儿。李主管，你说是因为市场饱和导致了下滑，但我查了你们部门3个月的物流数据，货物压仓量是同期的2倍，这说明不是市场的问题，是你们在渠道对接上为了拿回馈，故意选择了效率最低的第三方物流，对吗？每天高强度的工作，累吗？不累。妈，以前我每天只能在狭窄的后院看天，现在我站在这里，能看到整个京海的局势，这才是活着的意义。很好，美院不仅是学画画的地方，也是名利场。记住，沈浅，哪怕你将来要做最纯粹的艺术家，也要学会商人的冷谢和帝王的权术，因为你不是普通人，你是我的接班人。我知道了，妈。开学后我会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浅浅，公司临时出了点棘手的事，必须我亲自去处理。你刚入学，妈妈原本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妈，你放心去吧，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躲在笼子里的小姑娘了，我可以照顾好自己。韩婷，你来的正好，我正发愁这趟出国没人照看这丫头呢。沈姨，听闻您要远行，特地来送信，顺便看看浅浅恢复的如何。韩婷，你也知道我这趟出国不得不去，浅浅刚回沈家，又马上要开学，我不放心她独自在京海。你在京圈人脉最广，这丫头以后就麻烦你多照料一下。沈姨客气了，这是小事，我自然会多加注意。别光说客套话，交换个联系方式，以后有事儿直接找她，不用跟我报备。哎呀，看我这记性，公司还有个视频会议要开，你们聊，你们聊。不好意思啊，顾总，我妈妈她估计是想撮合我们2个。没关系，可以理解。沈姨大概是觉得只有把我放在你身边盯着，她才最放心。说起来，顾总，你和我妈妈到底是怎么认识的？我听妈说，你当年在海外市场也经历过很凶险的局。那年我刚接手故事海外版图，被联手做局。当时沈姨已经在海外商界杀出了名堂，她看中了故事的潜力，出手帮了我一把，甚至为了我直接和那几家对峙。沈姨救过我的命，她的话我自然不会推诿。原来是这样，难怪母亲那么信任她。安娜，你觉得顾寒婷这孩子怎么样？顾总人品贵重，行事稳重，在这京圈里能像他这样年纪轻轻就独当一面，且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实在难找。他是大小姐的最佳伴侣人选。我也这么觉得。寒婷这孩子眼界高，心也正，浅浅需要一个既能向得住他，又懂得呵护他的人。不过感情这种事，强扭的瓜不甜，我多创造点机会，至于能不能成，就看他们2个有没有缘分了。要是缘分到了，我这做妈的也就没遗憾了。沈董，顾总对大小姐似乎挺有耐心的。那就好，那就好。看来我这次去国外也能走得安心点。沈姨给你买了一整个衣帽间的高定礼服，第一天开学怎么穿成这样？穿几10万的高定去，那是去作秀，不是去学画画的。况且我不想第一天就顶着九州盟千金的头衔招摇，在这里我只想凭手里的画笔说话。皇家美院不仅是国内顶级的艺术殿堂，更是京海权贵子弟的社交场。低调是好事，但也容易引来一些见风使舵不长眼的人。曾经那个在林家任人揉捏的林浅已经死了，现在的沈浅可没那么好欺负。李科，前面路口停车，别开到正校门。是，顾爷。谢谢顾总，我自己来就行。送我到这里已经很麻烦你了。沈姨这半个月不在国内，在这京海，我就是你的家属。记住你说的话，在学校里凭本事拿第一，但如果遇到凭本事讲不通的混账事儿，别自己一个人考，随时给我打电话。好，谢谢你，顾寒婷。李科，打个电话给美院的校长，让他关照一下，不用提他的身份，只要保证校内绝对公平，没人能暗箱操作就行。明白，顾爷。顾寒婷怎么会亲自送一个女人上学？那个女人竟然是林浅那个贱人！哟，大家快来看啊！这不是林家那个洗厕所的神经病女佣吗？林浅，你真是好大的本事！林娇娇一家刚被抓进去，你这个没名没分的丧家之娶，居然一转身就勾搭上了顾爷。你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你估计是用什么脏手段倒贴上去的吧？你看她穿的那么穷酸。徐曼曼，我记得你是林娇娇最要好的闺蜜吧？
是又怎么样？那你应该最清楚林娇娇现在是什么下场。还有，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现在不姓林，我姓沈，叫沈清。如果你对我的入学资格有任何疑问，前面就是教务处，你大可以现在就去问学校的老师。至于顾总，他是我母亲的至交好友，你既然看到他送我，怎么顾总知道你在背后编排他的谣言？你那个刚拿了顾氏投资的暴发户老爸，明天还能不能在京海立足？你少拿顾爷来压我！不想在美院里待下去，你大可以继续试试我的底线。顾爷，看来咱们白担心了。沈小姐这气场，简直和沈董当年如出一辙，根本用不着咱们出手。走吧。皇家美院建校100年，这里走出了无数艺术大师，希望你们在这里不忘初心，用画笔丈量世界。接下来有请蝉联2届全国青年油画金奖的优秀学生代表大二学长白子轩发言。校长说，艺术要丈量世界，但我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挑选世界。皇家美院不是收容所，真正的艺术属于站在金字塔尖的天才，它是昂贵的、孤独的，是神坛上的贡品。如果你们抱着所谓的用艺术服务大众的平庸念头来这里，我劝你们趁早退却，因为那只会拉低这所学校的。把艺术当成阶级的特权，不过是孤芳自赏的标本罢了。你们好，我叫沈浅，你就是那个今天在校门口把徐曼曼怼得哑口无言的沈浅。我叫唐瑶，唐氏集团的大小姐，主修古典主义油画。徐曼那种暴发户我本来就看不上，我这人有洁癖，也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正好我也是。哎呀，唐大小姐，大家以后都是一个寝室的，别那么严肃嘛。你好，沈浅，我叫苏小米，主打一个废土赛博朋克风，再加波普艺术。你今天怼徐曼曼的视频都在校园网传疯了，帅炸了！我单方面宣布，以后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姐妹。谢谢，嘿嘿，别客气。你们好，我叫程青青。如果以后我晚上嬷嬷的声音吵到你们，你们一定要告诉我。不用这么小心翼翼，能考进这里的都不容易。我看你桌上那张枯木图，线条极具张力，那是需要下苦功夫才能练出来的。谢谢大家平时都嫌国画土，什么艺术都有价值，别弄得好像我们城里人都会欺负你似的。就是，管他什么古典先锋还是国画，今天咱们404寝室正式成立，为了庆祝，今晚我请客，咱们去校门口撸串。那烟熏火燎的会把我的衣服弄脏的。我听说校门口有一家烤肉的辣椒面很特别，唐大小姐确定不去尝尝？既然你们强烈要求，那本小姐就勉为其难陪你们去一趟吧。在这个我将要战斗4年的地方，终于不再是孤军奋战了。听说今天这堂艺术概论是陆老教授的课，往届学长提起他都得抖2抖啊。那我要多记点笔记，千万不能挂科，我家里负担不起补考费。青青，瞧你那出息，不就是个概论课吗？陆老教授和我爷爷是老朋友，他的课最讲究灵魂。放心吧，青青，有我们在。同学们，这是你们大学的第1堂课，在讲课本之前，我想先听听你们的看法。在你们眼里，艺术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的价值又由谁来决定？教授，我认为艺术的意义在于引领审美超凡脱俗。真正的艺术是有门槛的，它的价值当然是由金字塔尖的精英阶层、最顶级的收藏人和高昂的拍卖价格决定的。没错，如果人人都能看懂、人人都能拥有的东西，那只能叫商品或者涂鸦，根本不配被称为艺术。艺术生来就是高贵的。我呸！照你这么说，路边的涂鸦、平民的废土艺术，甚至老百姓自己剪的窗花就不配叫艺术了。艺术要是只为了迎合你们这群有钱人，那不叫艺术，那叫奢侈品包装袋。苏小米，别把你的梅画当成个性，真正的名作，平民懂欣赏吗？他们配拥有吗？不是这样的。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清明上河图》画的也是最平凡的市井百姓、小贩和桥梁。艺术的艺术，它属于每个认真生活的人，而不是特权。清明上河那是国宝，现在放在博物馆里，普通人能随便摸得到吗？说到底，还不是因为稀缺才贵。程青青，不懂什么叫高雅也正常。徐曼曼，你口口声声谈高雅，那你懂古典主义的圣洁，还是懂印象派的光影？虽然我唐家也收藏古典油画，但我绝不认为金钱能定义艺术。沈浅同学，作为本届专业成绩第1名，你一直没说话，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徐同学说，艺术生来高贵，平民不配。但我认为，艺术不是神坛上高高在上的泥塑，而是深渊里向痛苦之人伸出的一只手。真正的艺术拥有疗愈人心的力量。如果一幅画
不能给寒冷中的人带来一丝温度，不能给绝望中的人带来一点共鸣，那它即使在拍卖行被炒到价值连城，也只是一堆毫无灵魂的工业颜料。所以，艺术的意义在于灵魂的共鸣与救赎，而非阶级的特权。艺术是深渊里伸出的一只手，沈浅同学不愧是第1名。这堂课你们404请示，满分。绝了，姐妹们，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一眨眼，半个学期就这么没影了。想当初刚开学的时候，我还以为咱们这4个画风完全不搭的人，迟早得打起来呢。是你单方面想打架吧？本小姐这半个学期可是忍受了你多少次半夜敲废铁的噪音。不过，看在你这半个学期色彩敏锐度确实有所提高的份上，我就勉强承认你是个有潜力的噪音制造者了。其实，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在林家，我画画是为了逃避，是想在那个暗无天日的铁笼子里给自己找一口气喘。但现在的这半个学期，我学会了怎么去表达。我发现，强大的基础固然重要，但真正能打动人的是直面过去的勇气。艺术不该是用来逃避的避风港，而应该是我们手里的剑。沈浅说的对，我以前画古典肖像，只追求比例完美、光影华丽，但画出来的东西像橱窗里的假人。是这半个学期和你们待在一起，我才觉得我的画布上开始有活人的气息了。哎呀，光顾着抒情了，你们看了教务处刚发到群里的通知没？下周就是期中专业大测评了，这次可是全校公开评展，还要算入学分基点的。我看了，而且这次的测评主题好难啊，叫破与立。破与立，既要打破常规或者某种旧有的束缚，又要在废墟上建立起新的价值。打破束缚？难道我要把我的画板砸了重新拼起来？砸画板那叫行为艺术，小心陆老教授给你不及格。既然要考核，大家都有什么思路吗？我有了，我是搞赛博废土的，我打算去废品站捡一些报废的电子主板和生锈的齿轮，结合丙烯颜料做一幅立体的机械凤凰。电子垃圾是破灭，涅槃重生的凤凰是建立，有点意思。那我也不能输给你，我打算画一幅极其欧洲中世纪鬼妇油画，但再划出一道撕裂的裂痕。我要打破古典主义绝对完美的刻板印象，展现残缺与冲突的美。那我打算打破国画里传统的柔美和小心翼翼，我想尝试泼墨，用最浓烈的重墨和矿物石色画一幅暴风雨中的悬崖轻松，只求气韵。哇，青青，你要进化成钮祜辣青青了，这气势我喜欢。浅浅，你呢？你可是咱们这届的第1名，徐曼曼那帮精英派肯定正盯着你，等着看你期初测评出丑呢。你打算画什么？破与立，对我来说，这不仅是艺术的主题，更是我这20年人生的缩影。我打算结合油画和综合材料，我会用真实的生锈铁丝网横穿整个画布，作为画面的底层肌理，代表禁锢、黑暗和不断被抽血的曾经。但是在这些冰冷的铁锈之间，我会用最温暖、最耀眼的厚涂色彩，画出一颗正在跳动的、长出藤蔓和荆棘花朵的心脏。铁笼困住了肉体，但困不住灵魂。花朵从铁锈中撕裂而出，挣脱、绽放。这就是我的破与立。沈浅，你这幅画如果画出来，别说是徐曼曼，就算是大2那个眼高于顶的白子轩，也得甘拜下风。没错，咱们404寝室这次初中测评必须惊艳全场，加我一个，我们一起加油。好，初中测评我们拿第1。我有点低血糖，去自动收货机买点东西，你们先画去吧，给我带罐苏打水。沈浅，是你毁了我在圈子里的名声，是你让我像个小丑一样被羞辱。今天我要把你这幅破与立变成一堆废纸，让你在期中考上彻底身败名裂。沈浅，看你明天怎么交差！1名，送炮去吧！徐曼曼，看来还没被学校处分够，你是想直接去少管所报到了？没错，就是我，你能拿我怎么样？这里没有监控，你根本没有证据。证据？你以为这半个学期我一点长进都没有吗？徐曼曼，美院建校以来，从未出过你这种卑劣的学生。
你不仅要承担毁坏他人财产的民事责任，学校纪检部将立刻启动开除流程。教授，明天我可以准时交作业。可是画已经毁了，你还有不到8个小时。我可以。那是沈浅吧？听说画被毁了，他还要强行交作业，画成那样，肯定是要闹笑话的吧？什么叫破与立？同学们，这就是最好的答案。原构思的破损被艺术家的意志强行转化为了一种涅槃的痕迹。这种残缺的美比当初的完美更有灵魂。沈浅同学，你不仅画出了破，你更证明了什么叫做不可毁灭的立。喂，顾总，恭喜，满分，第1名。消息传得这么快，我刚从台上下来不到5分钟。学校的公告系统已经更新了，而且徐曼曼故意毁坏他人财物和教务处对她的处罚决定，李科刚发到了我的邮箱。昨晚多亏了你之前提醒我防范，还有小米装的那个微型监控，不然我今天可能真的只交白卷了。那是你自己做得好。今晚我带你出去。去哪儿？静主，这短时间你经历了太多事，现在既然期中测评顺利结束，也该给自己放个假了。好，那我回宿舍换件衣服。好，半小时后我在校门口的老位置等你。顾寒婷，谢谢你。谢我什么？今晚的满分是你自己拿的，徐曼曼的局也是你自己破的。不只是今晚，如果不是你把我从那个偏厅的铁笼里抱出来，如果不是你帮我找到妈妈，我可能早就死在那个暴风雨的夜里了。这份恩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还。不需要还我任何东西，你过得好，就是对沈怡对我最好的答复。期中测评结束了，我打算和舍友们做点不一样的事。哦。我们在宿舍商量过了，想成立一个叫星空疗愈的艺术工作社。青青画国画，小米搞先锋装置，唐瑶主修古典油画。我们想把不同的艺术风格融合，做一些真正能触动人心、接地气的公益艺术项目。我想先在自媒体上开设账号，积累粉丝，等毕业后再正式成立我们的实体团队。顾总，从商人的角度看，你觉得这可行吗？思路很清晰，在商言商，纯粹艺术很难变现，但疗愈和情怀在现代高压社会是极度稀缺的资源。你们的组合有专业性，也有故事性，可行性很高。不过资本是逐利的，也是残忍。一旦你们有了名气，会无数风头想要分一杯羹，甚至企图掌控你们。那我该怎么做？用资本做你们的盾牌，去保护你们艺术的纯粹。如果遇到了解决不了的合同或者资金漏洞，故事的法务部和投资部随时听候沈大小姐的调遣。沈董，国内金海那边传来大小姐最新的消息了。快说，浅浅在美院怎么样？有没有受委屈？大小姐不仅没受委屈，反而一战成名。这是昨天期中专业大测评的成绩，大小姐拿了全校唯一的满分，稳居第1。而且林娇娇以前的跟班徐曼曼试图在昨晚恶意毁坏大小姐的画，大小姐提前防范，用监控录像人赃并获。现在徐曼曼已经被学校勒令退学，还面临民事赔偿。不愧是我沈若冰的女儿，学校里这几个跳梁小丑也配在她面前耍花招。还有，听说昨天测评结束后，顾总亲自开着那辆红旗车去接的大小姐，两人单独庆祝，很晚才送回校区。韩婷这孩子果然没让我失望，有她在浅浅身边护着，我这趟在国外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通知海外团队加快这边的资产中属进程，我要尽快回国。我的女儿正在发光，我这个当妈的必须回去当她的底气。
苏小米，你那油漆别往我身上甩，这可是本小姐最新款的衬衫。唐大小姐，既然嫌脏，你怎么还把你们家这间闲置的 loft 无偿贡献出来了？口嫌体正直哦。哼，我这是为了咱们工作室的整体格调，总不能在宿舍里接待客户吧，多跌份儿。唐瑶嘴硬心软，昨天还特意让管家给我们送了最顶级的画架和画具呢。辛苦啦，各位未来的艺术大师们，中场休息。哇，芊芊你简直是我的神，低血糖瞬间被治愈了。沈浅 ，logo 设计的差不多了，你来看看。青青，太棒了！古典、国画和现代先锋，在你的笔下找到了最好的平衡点，这就是我们的星空疗愈。账号星空疗愈工作室已经全部认证完毕。芊芊，我们的第一期内容你打算发什么？这可是咱们的开门红。第一期我们不卖画，我们去常德路那条冷冰冰的地下通道，去那里给深夜下班的打工人画一道彩虹。第一期视频就叫《给都市晚归人的彩虹》。这个创意，本小姐批准了。那我们开始吧。姐妹们，星空疗愈第一期街头企划，给都市晚归人的彩虹，准备开机。我这辈子都没在这么破的地方画过画，不过这墙确实太压抑了。开始吧，我来打底稿，用泼墨流水的写意线条贯穿整面墙。好，小米负责记录，瑶瑶负责色彩渐变。我们今天要把这冰冷的灰变成温暖的光。外卖小哥，过来一下，站在这双翅膀中间，我帮你拍张照。不，我身上脏，别弄脏了你们的画，我还要送单。小哥，画就是给每一个路过的人看的，本就是为你们准备的，转一下吧，耽误不了半分钟。谢谢你们。今天送了1天单，被退了3个，本来挺难受的。看到这话，突然觉得生活好像也没那么糟糕。加油，打工人！谢谢。确实是深渊里伸出的一只手。深浅，你做得很好。顾爷，那面墙画的真漂亮，感觉整个街道都变暖和了。我们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不用，今晚的时间属于他和他的朋友。走吧。姐妹们，爆了！咱们的视频彻底引爆全网了！苏小米，大清早的你发什么疯？小米怎么了？你们自己看，播放量500万，点赞破100万，粉丝数一夜之间涨了30万，咱们上微博和抖音的热门搜索榜了。切，意料之中。毕竟本小姐的古典主义色彩晕染，那可不是普通人能模仿的。真的帮到大家了，太好了！流量是一把双刃剑，现在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沈浅同学，唐小姐，我们天意传媒是国内顶级的艺术 IP 孵化机构，你们星空疗愈的第一期视频我们看了。很有创意，单凭你们几个学生没有资本的运作和专业的公关，天意立刻给你们注入300万的启动资金，并给你们配备顶级的宣发团队。300万，这么多啊！300万对大学生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签了字，你们就能一夜成名，名利双收。赵经理，您这不叫孵化合同，这叫卖身契。合同第3条规定，天意传媒拥有星空疗愈 IP 的100%终审权和修改权，这意味着我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话，最后连署名权都要归天意所有。还有，第1期收欧1分成，
赵经理，您是觉得皇家美院的学生都这么好糊弄吗300万就要买断我们404的所有原创版权。赵经理，你当我们唐氏集团是做慈善的，还是觉得我唐瑶缺你这点碎银子？唐小姐，我知道你家有钱，没有大机构的庇护和推广渠道，你们这面墙很快就被城管刷掉，别因为一时气盛毁了你们4个人的前途。那我们就做第一个活下来的独立工作室。赵经理，不送。芊芊，我们是不是得罪大佬了？别怕，艺术是我们的，灵魂也是我们的，谁也夺不走。既然他们觉得没有资本我们活不下去，那我们就用实力在京海彻底站稳脚跟。芊芊，那个姓赵的真的动手了。今天早上咱们视频的推荐流量被彻底锁死了，而且评论区突然涌进来几万个水军，全是在带节奏，骂我们为了流量无底线，破坏市容公务，跟城管打擦边球。不好了，我刚刚路过常德路，有几个穿着制服的城管执法人员提着白油漆桶，正准备把我们的那面彩虹墙全部刷掉。非必，肯定是天意传媒搞的鬼，那个姓赵的得不到我们就想彻底毁了我们。芊芊，现在怎么办？那面墙要是被刷了，水军的涂鸦罪名就坐实了，咱们的账号就真的废了。走，去常德路。去常德路，我们去跟城管硬碰硬吗？那是违法的。我们是守法公民，当然不硬碰硬。我带你们去，亲手撕烂天意传媒的嘴。大家都散了吧。我们接到实名举报，常德路地下通道存在未经审批的违规涂鸦行为，严重影响市容，现在依法予以清除。慢着，队长，您误会了，这不是违规涂鸦。这位同学，请不要阻碍我们执法。这是京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以及老城区街道办联合审批的老旧城区城市微光色彩重构公益项目1期示范点。这是市文旅局的批文，还有老城区街道办的同意书。是的，在项目动工的前3，也就是我画第一笔之前，我们的项目策划案和安全环保评估就已经在街道办和文旅局完成了合规备案。我们不仅使用的是无毒无污染、符合市政标准的环保艺术漆，而且这个项目是完全免费的公益输出，旨在提升老旧街道的夜间出行安全感。队长，您可以现在打电话给区文旅局的陈主任核实，我们星空疗愈是在市里挂了牌的合法合规的城市美化志愿者。不好意思，是我们没有对接清楚，电话里陈主任还夸你们呢，说你们画得很好，晚上过路的老百姓都反映安全感提升了。收工，收工，这不是违规，这是市里支持的公益项目，谁也不准动。赵经理，你以为规则是你们资本手中的玩具，但你忘了，真正的规则是保护每一个有备而来的守法者，这只是第一枪。顾爷，您刚才让我给文旅局长打电话打招呼，结果人家局长说沈小姐昨天下午就已经自己把所有合规手续办得滴水不漏了。蠢货！谁让你去招惹星空疗愈的？你知不知道那个深浅背后站的是谁？安娜小姐，您怎么亲自来了？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王总，我们沈董在海外忙着千亿资产重组，但这并不代表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踩到我们大小姐头上。如果天意传媒再敢对星空疗愈动用任何脏手段，9州盟会全资收购天意，直接清算破产。至于这个部长演的东西，我马上开除他，以后见到沈大小姐，我们天意的人绕着走。浅浅、瑶瑶、青青，快来看，咱们工作室的微光计划被国家文旅部点名表扬了，官方媒体亲自转发了我们的视频。而且由于我们上个月推出的星空联名款话剧大卖，扣除所有成本，我们这个月不仅能给贫困学生艺术基金捐赠50万，工作室的账上还躺着7位数的净利润。沈浅，我现在不得不承认，你的商业运营头脑确实比我爸花几百万雇的那些高管还要厉害。这是我们4个人的成功。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在黑暗里挣扎的微光，但现在我们把微光聚成了星河。那为了我们星河长明，干杯！干杯！
喂，安娜姐。大小姐，沈董的私人飞机已经进入京海空域了，预计1小时后降落。我知道了，安娜姐，我这就去机场接他。快去快去，这儿有我和青青盯着呢，替我们向沈阿姨问好。去吧，别让沈董等急了，记得帮我谢谢沈董上次送的高定颜料。好，那我先走了。浅浅，我的宝贝女儿，想死妈妈了，长肉了，也变漂亮了。看来你有好好听妈妈的话，按时吃饭睡觉。那当然，我每天都有乖乖吃饭。妈，你才是，怎么看起来又瘦了？今晚不许谈工作，我亲自下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清蒸鲈鱼。好好好，听我女儿的。今天天王老子来找我，我也不开会了。浅浅，对不起，以前让你吃过那么多苦，现在连吃顿饭都要你亲自动手。妈，这怎么能叫吃苦呢？给爱的人做饭是一种治愈。以前我想做，还没有机会和食材呢。现在的我很幸福。浅浅，妈妈这次回国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海外的资产总注已经进入尾声了，我打算今年年底前把九州盟的总部逐步迁移在两边跑了。妈妈要一直留在京海陪着我的浅浅，以后你开画展，妈妈每一场都要坐在第一排。妈，谢谢你。浅浅，妈妈这次回国，听安娜说，这段时间韩婷帮你们解决了不少麻烦。顾总人真的很好，平时看着冷冰冰的，但每次我们遇到专业或者合同上的瓶颈，他只要指点几句，我们就能少走很多弯路。浅浅，跟妈妈说实话，相处了这么久，你喜欢韩婷吗？妈，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妈妈是认真的。浅浅，你是怎么想的？妈，顾总人品贵重，能力极强，我是真的很敬佩他。但在我心里，他就像一个无所不能、让人敬畏又依赖的大哥哥，或者说是一位人生导师。以前在林家，我连活下去都是奢望。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有了瑶瑶他们，我只想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工作和学业上。至于感情，我真的没有多余的精力，也没有想过。不愧是我的女儿，事业心像我。咱们沈家的女儿本来就不需要靠联姻来巩固地位，你过得开心最重要。不过啊，韩婷确实是个万中无一的好孩子。浅浅，等以后你工作室稳定了，想考虑感情问题的时候，可得第一个考虑她。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哎呀妈，您快别这么说，顾总那是看在您的面子才照顾我的。傻丫头，我沈若冰的女儿，这世上谁配不上？是她没福气才是。浅浅，你可算回来了，大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咱们星空疗愈收到全国青年艺术双年展的官方邀请函了。双年展？那可是国内含金量最高、最权威的青年艺术大展。不仅如此，我们的常德路地下通道彩虹墙被提名了本届双年展的年度最佳公共艺术疗愈奖。主办方如果拿到这个奖，真正得到了国家主流艺术界的认可。既然拿到了入场券，这半个月我们全力以赴，准备一幅最震撼的联合参展画作，去拿这个金奖。好，拿金奖！我都说了，我们要做就做最酷的，这叫科技与传统的撕裂。苏小米，冷晃线那种廉价的塑料感会彻底毁掉古典油画的肌理。那个，你们别吵了。其实，如果放太多显眼的颜色，我的水墨线条可能会完全被盖住，根本看不出来。星空疗愈工作室，原来就是个由旧仓库改造的作坊啊！你谁啊？没敲门就进来，懂不懂规矩？我是双年展组委会的联络助理高宇，今天来是代表组委会给你们最终确认表的。不过，看来外面的传言不假，一个在街头画涂鸦、靠着网民廉价同情性爆火的网红作坊，竟然也能拿到双年展主展区的提名。高宇是吧？你嘴里最好放干净点。什么叫网红作坊？我们的提名是评委会一致通过的。唐大小姐，谁不知道唐氏集团是美院赞助商之一？你们能拿到提名，这里面有多少水分？大家心照不宣了。深浅同学，别以为你在期中测验拿了个第一，双年展的主展区是艺术的神坛，不是你们用来作秀骗取同情心的自媒体秀场。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的作品？高助理，怎么？沈大小姐有何指教？既然你只是组委会负责跑腿递表格的助理，那你就只需要履行你送达的职责。至于我们的作品配不上主展区，那是终审评委们该操心的事，轮不到你在我的工作室里指手画脚。我只是在好心提醒你，免得到时候在主展区，你们那些难登大雅之堂的街头艺术被专家贬得一文不值，丢了皇家美院的脸。高雅和通俗，从来不是由你这样戴着有色眼镜的人定义的。如果艺术只能锁在象牙楼里供少数人自娱自乐，那才是艺术的悲哀。高助理，表格送到了，门在右边，不送。好，
那我们就双年展开幕式上见。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副四不像的拼贴画怎么应付白学长的天国之光。瑶瑶，左边第3块屏风的古典纹理再加深刻度，我要让灯光打上去的时候能形成丁点效应。知道了。你那边的机械心脏给我留够空间，别到时候我的星光天使没地方放翅膀。沈浅，我真是小看你了，原来你所谓的疗愈艺术，就是靠资本堆砌出来的工业品。高宇，你又想找茬？全校的人都在传，你请了用最顶级钛合金和智能芯片来给你的画作支架，怎么自己的画技不够，就想靠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商业手段来博眼球？就是艺术应该是纯粹的，是艺术家灵魂的流露，用钱砸出来的东西，那能叫艺术吗？那叫炫富。高宇，在你眼里，樊刀用不起好的画壁，是不是就比同时代的宫廷画家更高贵？那不一样，樊刀是天才。所以你的逻辑是，只有穷困潦倒的天才才有资格被称为艺术家，那不过是你们这种毫无建树的人用来安慰自己的陈词乱调罢了。好的工具是为了更好的呈现艺术的灵魂，而不是取代它。我们的核心创意、色彩、构图，每一笔都出自我们自己之手。故事的帮助是让我们想飞的时候有了一对更坚固的翅膀。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最可悲的，而是拥有了顶级的资源，却依旧创作不出能打动人心的作品。说得很好。别在这里丢人现眼。我从不认为资本是艺术的敌人，相反，它是最好的放大镜，能让真正的天才光芒万丈，也能让平庸的投机者无所遁形。所以，白学长是承认资源的价值了？我承认的。我很期待在双年展上看到你的作品。白学长这幅天国之光是本届双年展的无冕之王，某些靠着旁门左术博眼球的作品，在学长面前简直就像是粗制滥造的玩具。陆教授，这就是你们美院今年重点推荐的新生作品，满眼都是钢铁齿轮，这到底是艺术展览还是重工业产品发布会？马教授，您说的太对了，现在有些年轻人心思不放在画笔上，整天想着搞些高科技的噱头，他们这件作品甚至连画布都是用机器合成的，简直是对双年展学术性的侮辱。马教授，艺术的媒质在变，但艺术想要传递的温度永远不会变，请允许我们为您完整呈现这件作品。好嘞，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这是静态画作与动态空间的结合，你们把环境的光芒也算作了画笔的一部分。是的，马教授，我们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现代都市，每个人哪怕身处冷硬的禁锢中，只要心怀微光，灵魂也能开出花来。天国之光画的是世上的救赎，而你们画的是废墟里的自愈。获得本届全国青年艺术双届展会年度最佳公共艺术疗愈奖的是由皇家美院沈浅、唐瑶、苏小米、程青青联合创作的作品《空间之镜》。天哪，姐妹们，我们真的毕业了！真好啊！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来参加毕业典礼了。青青，浅浅，我妈妈今天会过来，在我们心里，你早就是我们的家人了。今天，我妈妈就是我们404所有人的妈妈。就是，本小姐的父母在国外忙着应酬来不了，我都没哭呢。今天我们404不拼爹妈，拼我们自己的金奖。浅浅，妈妈来晚了，我的宝贝女儿，今天真漂亮。你们就是浅浅的室友吧？今天阿姨请客，给你们庆祝毕业。谢谢沈阿姨，不对，谢谢沈董。沈董，您今天真是帅炸了。
我的天呐，姐妹，我发誓，这绝对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面条。这松度的味道，简直就像是把钞票融化在了嘴里。苏小米，你注意点形象好不好？顾总还在这儿坐着呢，别弄得好像我们404在学校里天天苛刻你伙食似的。无碍，私人宴会随意点挺好。沈阿姨，今天真的很谢谢您，如果不是您，我可能这辈子都进不了这么漂亮的庄园，更拿不到这么珍贵的金奖。傻孩子，说什么谢？是你们自己有本事。浅浅在学校能遇到你们这群重情重义的朋友，是他的福气。来，阿姨敬你们一杯，祝你们前程似锦，星河长明。顾总，谢谢。不过你不冷吗？我不冷，倒是你，大病初愈没多久，就敢穿成这样吹冷风。可能是今天太高兴了吧。以前在林家，连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能有这么一天，有妈妈，有朋友。这只是开始，以后属于你的一切都会一样样的依赖。顾寒婷，我妈今天跟我说，她打算在年底前把九州盟的总部彻底搬回京海，并且想让我跟着她学习集团的管理。你不想去？不是不想，是害怕。我觉得自己只会画画，商场上的那些勾心斗拐我应付不来，万一我做不好，会丢了我妈妈的脸。没有人是天生的管理者。当年我接手顾氏的时候，也只有21岁。你不需要在一夜之间变成沈若冰，你只需要做你自己。有沈姨在前面替你开路，有我在你身后替你兜底。在这京海，你大可以去犯错，大可以去尝试，哪怕天塌下来，也有我替你扛。若冰，迁址的事儿，我们这帮老骨头自然是全力支持你的。不过，关于你之前提议的，让浅浅在下个月直接进入总部审计部门熟悉业务，这董事会里难免有些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声音，说来听听。大家也都是为了集团好。浅浅这孩子刚毕业，又是学艺术的，一上来就经手最核心的审计账目，底下的高管难免觉得你有些过于偏心了。依我看，不如先让他去下面的分公司磨练个2-3年，再回总部。建川，20年前我一个人在纽约街头跟那些财阀拼命的时候，那些高管在哪里？若冰，今时不同往日。九州盟是我沈若冰打下来的江山，我的女儿是九州盟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她要学，就得在最核心的地方学。谁要是有意见，大可以把手里的股份卖回给我，我不勉强。瞧你脾气还是这么急，我也就顺口一提。既然你决定了，那明天的新闻发布会，咱们就正式对外宣布。妈，工作室的工商注册和公章都拿到了，这是我们的第1期公益预算。您这位首席赞助人，不签个字吗？签，当然签。我女儿的第一份事业，妈妈必须全力支持。妈，你怎么了？手怎么抖得这么厉害？没事儿，可能这几天连轴转，时差没倒过来，有些低血糖。你的额头好凉，全是冷汗。妈，明天的新闻发布会别开了，我陪你去医院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傻丫头，大惊小怪什么？明天是九州盟重组的关键，京海所有的媒体和政要都会过来，我这个董事长怎么能缺席？放心，妈妈身体硬朗得很，今晚早点睡，明天就好了。九州盟重回京海，不仅是资产的重组，更是我们新的开始。未来，我将……你昨天手就在抖了。浅浅，看着我，你妈妈在海外闯过无数刀山火海，她没那么脆弱。医生是京海最好的，有我在，别怕。浅浅，你妈妈怎么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伯，医生还在里面抢救。这可怎么办啊？若冰这一倒，新闻发布会砸了，那些媒体已经把视频发上网了。今天开盘不到1个小时，我们在欧洲和国内的合作板块股价已经跌了8%了，群龙无首，集团现在都乱套了。我妈现在躺在里面生死未卜，你们跑过来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满脑子就只有股价和合同吗？沈董事，抢救室门口不是你们召开董事会的地方，要想谈公事，回你们自己的大楼去。您虽然是顾氏的掌门人，但这是我们沈家和九州盟的内部事务。若冰现在昏迷不醒，作为大伯，我得替浅浅分担压力。医生，我妈妈怎么样了？沈小姐，顾总，沈董体内的毒素暂时被压制住了，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至于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我们现在无法给出确切的时间。
钱钱，你快吓死我们了！新闻里说的都是真的吗？阿姨她……瑶瑶、芊芊、小米，我妈她可能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了。醒不过来你就替她守着，你不是一个人，有我们在，谁也别想在这个时候欺负你。大伯，什么事儿？芊芊，你妈妈现在昏迷不醒，欧洲那边的几个老狐狸董事已经联合起来，准备在明天的紧急董事会上强行重组董事会，把我们沈家踢出去，把你妈妈在九州盟的所有投票权临时转让给我，只有我才能保住咱们沈家的江山啊！临时股权委托，沈董事，我爸在商界混了30年，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董事长还在抢救，当大伯的就迫不及待的带着律师来抢投票权的。唐小姐，这是我们沈家的家事，你虽然是唐家的九州盟，你还没有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我不会抢，我妈妈的投票权谁也别想拿走。没有我的保护，你连沈家庄园的门都进不去。顾爷，报告出来了，沈董体内的毒素是一种名为蓝环神经毒素的变形，这种毒素极其隐蔽，平日里只会伪装成身体机能衰退和疲劳，累积期长达半年。半年？那时候他还在海外。是的，这意味着下毒的人是他身边最亲近、能接触到他日常饮食起居的人。这不是意外，是谋杀。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丫头，林家把你养废了！你以为顶这个沈家千金的名头就真的能当女总裁了？我告诉你，明天董事会我会联合所有人。你要联合谁？沈董事，这里是顾氏私立医院，不是你的菜市场。李科，从现在起，沈董事和这位律师被列入顾氏旗下所有产业的黑名单。沈董，还有这位律师先生，请吧，别逼我们动手。沈浅，明天董事会，我看谁能保得住你。别怕，明天我陪你去董事会。沈董这一病真是一时惊起千层浪，今天的开盘价又跌了5个点，再这样下去，合作银行就要重新评估我们的授信额度了。雷诺先生，黑石这边是什么态度？我们不参与家族内斗，无法继续履职，我们要求今天力选出新的执行董事长。若冰是我堂妹，我比谁都希望她好，但为了大局，我沈建川义不容辞。浅浅，你怎么过来了？听大伯的话，这里是董事会，讨论的都是几百亿的商业决策，你个小姑娘听不懂，快回医院去陪你妈妈，这里有大伯在，出不了乱子。根据九州盟章程第10条，我作为我母亲唯一的法定代理人，今天坐在这里，合情、合理、合法。沈小姐，持有股份不代表能管理公司。你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画画的，懂什么是资产负债表吗？懂什么是债务违约风险吗？孙董事，如果我没记错，你负责的国内商业地产板块今年第1季度的空置率高达28%。既然你自诩懂管理，怎么连自己眼皮底下的烂摊子都收拾不干净？你胡说什么？这是审计部门上周做出的评估。孙董事，需要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你挪用公款拆东墙补西墙的明细念出来吗？沈浅，你这是在威胁董事会吗？不，我是在教你们什么叫规矩。沈小姐，你确实让我们感到意外。你的辩才很精彩，但这里是董事会，不是辩论赛。资本市场的耐心是有限的。如果今天我们拿不出一个能够稳定市场的决策，明天的股价还会继续跌。雷诺先生说的对，浅浅，大伯知道你聪明，但管理公司不能只靠耍嘴皮子。我已经代表九州盟跟银行达成了初步意见，只要今天董事会通过任命我为代理董事长的决议，银行将立刻对我们追加20亿的信用额度，用来回购市面上的散股，稳定股价。20亿的授信额度。但我很好奇，京海发展银行凭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我们进行这么大额度的无担保授信？自然是因为大伯我和他们的行长是多年好友，再加上九州盟多年来的商誉。多年好友，还是多年分赃的同伙？这是你和京海发展银行草日的抵押协议，年利率高达8.5%，是市场常规利率的2倍。而你作为抵押的，是我妈妈在海外研发了5年，拥有绝对自主产权的智能光影重构技术。什么？智能光影技术的专利抵押？您这不叫拯救公司，您这叫合法的抢劫！满口胡言！沈浅，你这是伪造证据，你懂什么商业合同？雷诺先生，诸位股东，不要听这个丫头胡说！我提议立刻进行表决。若冰现在重病，他的投票权应当被暂时冻结。我们按照现有活跃股份选举我为新一任代理董事长。虽然抵押协议有争议，但目前集团需要领头人，黑石基金赞成表决。表决开始，赞成我出任代理董事长的，请举手。沈浅，
票数已经过半，现在请你离开这个会议室，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谁说票数过半了？我同意了吗？顾寒亭，这里是九州盟的董事会，你一个外人，凭什么带人闯进来？你有什么资格对我们的决定指手画脚？外人，沈董事长，你的情报网该更新了。诸位董事，截止到今天早上9点整，顾氏集团子公司已经从公开2级市场上全资回购了九州盟6%的流通股，同时战略合作伙伴顾氏集团拥有1票否决权。1票否决权？这怎么可能？当年的合同里怎么会有这种隐藏条款？因为沈怡防的就是今天，他早就知道沈家内部有些吸血鬼，迟早会趁他虚弱的时候跳出来咬人。就算你有1票否决权，你回购了6%的股份又怎么样？现在股价在跌，合作银行在催贷，你这是拉着所有人一起死！以战略合作伙伴的名义，对九州盟进行无条件3年免息财务援助，金额30亿。免息？顾寒亭，你疯了吧？你凭什么为了一个快要破产的公司白白砸进去30亿？因为我信他。顾总，30亿免息贷款确实是一笔无法拒绝的资金，但黑石基金需要确保九州盟接下来的掌舵人有能力带我们走出危机。沈浅小姐毕竟没有1天的管理经验。雷诺先生，我向董事会申请3个月的试用期，我将亲自主持九州盟总组。如果我沈浅公司业绩没有回暖，会自愿放弃我妈妈的股权和投权。如果3个月后沈浅失败，顾氏集团将全额承担九州盟这3个月来的一切运营亏损。有顾总的担保，加上30亿的免息资金，黑石基金没有理由拒绝。3个月后，我们看结果。沈总，今天早上市场部、公关部和法务部的3位总监同时递交了辞职信，他们都是沈建川安插在公司的老部下吧？是的。他们不仅辞职，还带走了部门里好几个核心骨干，现在底下人心惶惶，很多基础业务几乎停运。沈建川这是想彻底瘫痪公司的日常运营，逼你向他低头。他以为离了这几尊大佛，九州盟就转不动了。安娜这3个部门里，平时能力最强，但一直被这3个总监压着的副总监都是谁？市场部的周阳，公关部的李丽，法务部的陈律师，他们都是名校毕业，业务能力极强，但因为不肯同流合污，一直没机会晋升。通知人力，立刻免去那3个总监的职务，同时任命周阳、李丽和陈律师为代理总监，薪资上调30%。告诉他们，这3个月只要部门不出乱子，3个月后代理2个字直接去掉。是，沈总。顾总，我现在才知道我妈妈这20年到底承担了什么。这些数据比画画用的调色盘复杂多了。商场和画画一样，画画讲究构图平衡，商场讲究利益和筹码。枫丹白露拒绝沈建春，是因为他的方案里充满了铜气味。法国人要的是格调和灵魂的契合。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品牌的老龄化，年轻人觉得他们陈旧傲慢，用艺术去说服艺术，用灵魂去打动品牌。浅浅，明天的视频会议不要谈利润，去跟他们聊聊如何用你的画笔给枫丹白露注入新的生命。顾寒亭，谢谢你，有你真好。沈总，出大事了！今天凌晨5点，一个拥有100万粉丝的本地博主发了曝光视频，声称我们使用的是含有超标重金属的劣质工业漆。提供这批涂料的红星企业负责人王大强，现在正带着大批记者堵在我们大楼底下的新闻发布厅，正开直播声讨我们。今天开盘，我们的股价直接跌停了。更糟糕的是，中午11点，我们还要和法国枫丹代理总部进行视频会议。他们如果看到这个新闻，各位媒体，我们红星企业是老字号，一向规规矩矩。是这位刚上任的沈浅总裁，为了给自己的政绩贴金，强行把采购预算砍掉了70%。我们也是被逼无奈不听他的，他就要取消我们的供应商资格啊！王经理，你的意思沈浅总裁为了填补亏空，故意让你们使用劣质有毒涂料？对。沈总，请问您对王大强的指控有什么解释？王经理，请问这70%，这是首付款，你在私底下，你让我用更便宜的漆代替，把剩下的钱退给你。退到了哪个账户？而昨天上午10点，也就是曝光视频发出前5个小时，你小舅子的账户上刚刚收到了投资咨询公司转入的咨询费。建川投资的实际掌管人是沈建川董事。王大强，我请相关部门过来帮你一笔笔核对这笔咨询费和那批涂料的采购来源吗？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是沈建川让我这么干的。沈总，视频接通了，
他说，一个能用生命和专业去捍卫真相的总裁，才是他们寻找的真正具有灵魂的合作伙伴。他们决定跳过所有初审，明天派代表团来京海，和我们正式签署独家艺术授权合同。沈总，逆转了，彻底逆转了！现在网上全是夸我们大义灭亲、坚守质量底线的赞誉。沈总，我就说嘛，若冰董事长的女儿怎么可能是普通人？今天这场发布会，您简直是诸葛亮舌战群儒，太精彩了！对，我们昨天也是被沈建川那个老狐狸给蒙骗了，我们其实心里一直都是支持您的。孙董事，坐。两位董事客气了。昨天董事会上，两位举手同意冻结我妈妈股权的姿势，可是标准的很呢。这沈总，我们昨天是情势所逼。孙董事，大伯倒了。公司商业地产板块的空置率问题，我下周会派审计组进驻。你要是真觉得抱歉，下周的审计，我希望不要看到任何情势所逼的数据，懂吗？懂，我一定全力配合审计。妈，我今天做到了。法国的代表团明天就要过来了，妈，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醒过来，亲眼看看你的女儿，其实没那么没用。天知道我今天在台上手心里全是汗，要是那个王大祥死不承认，不敢不承认。李克在他上台前就已经带人把他的小舅子控制住了，他要是敢说一个假字，他全家都得进去。原来你早就把后路都替我铺好了。芊芊，我说过，在这京海有我在，你大可以去犯错，我不会让你输。顾寒亭，谢谢你，这辈子我都不会对你放手了。沈总，这些是董事长在海外时就一直服用的有机维他命，董事长非常注重保养。这3个牌子他已经吃了3年了，都是从纽约的私人医生那里定制，按月空运过来的。安娜，你看这个，这有什么问题吗？看着很精致啊。原装的药瓶使用的是纯金箔冷烫工艺，折射出的光泽是偏冷调的沙金色，而这个瓶子上边缘有轻微的锯齿状，色泽偏红。还有平贴标签的右侧边缘比正常的排版向左偏了 0.5 毫米。0.5毫米的偏差。高仿的假药。沈总，顾爷，我只是个做饭的，董事长中毒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刘洋，我妈妈每天早上都有喝一杯温柠檬水配维他命水的习惯，这杯水是你每天早上亲手送到她房门口的，对吗？是我送的，但要安娜小姐或者董事长自己从保险箱里拿出来的，我根本碰不到药瓶。你确实不需要碰药瓶，你只需要在每天榨柠檬汁的时候，把这种无色无味的蓝环神经毒素滴进水里，对吗？沈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是谁威胁你？谁给你的毒药？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我只见过他一次，是在纽约的一个地下停车场里。我隐约听到他跟电话里的人汇报，提到了国内的万源集团，还提到了一个叫何总的人。万源集团，何万山，是他！20年前害得我们家破人亡，现在又把我妈妈害成这样。顾寒亭，我要报警！我要让警察现在就把何万山抓起来！芊芊，冷静点，看着我，深呼吸。我怎么冷静？我妈妈现在还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仇人就在眼前，让我怎么冷静？周阳只是个底层的棋子，在法律上，仅凭一个收了钱的厨师的口供，律师团有100种方法把万源集团摘得一干二净，甚至反告你诽谤。商业帝国的交锋靠的不是愤怒，是证据和耐心。何万山既然大费周章的用慢性毒素害死你妈妈，说明他现在急需在亚太区吞并九州盟。所以你觉得我们应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不，我们要顺着他的心意，引蛇出洞。沈总，正如顾总所料，红星期夜的事情败露，他知道在九州盟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沈总，万源集团毕竟是京海本土的地产大鳄，何蛮山涉足黑白两道，手段他们极其狠辣，带过去又怎么样？不过是一堆过期的财务报表和烂摊子。他既然想要，就让他去要。顾爷，沈小姐，这是沈董真实的身体评估报告，毒素清除得很顺利，虽然目前仍处于休眠状态，但他的脑部活动正在逐步恢复，只要再调养2个月，随时有清醒的可能。谢谢你，韩婷。如果不是你调动了顾氏在海外的私人医疗团队，我妈妈可能真的……何总，千真万确，医院那边已经下了脑死亡病危通知书。沈若冰那个疯女人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20年前她跑得快，这次她终于还是栽在您手里了。顾寒亭，顾家那个小子确实有些手段，但他太年轻了。凡是京海宣告的所有物流运输公司，通知九州盟枫丹蓓兰项目空运过来的法国艺术品和高定展具，一律不准承运。当年我外公沈重山根本不是心脏病，是何万山买通了监狱的医生，在他服用的降压药里掺了致命的钾盐。是的，20年前何万山用一模一样的套路
先是切断了沈家航运公司的所有物流供应链，随后罗织罪名让你外公入狱，最后吞并了沈家所有的港口。他以为我们还是20年前任他宰割的沈家。顾寒亭，我记得顾氏在自贸区拥有一个私人海关专属自营码头，对吗？对，那个码头直通国际自贸线，不受京海任何物流协会的制约。芊芊，我的码头就是你的战场。今晚我调动顾氏所有的货轮和直升机，亲自去替你接货。那我就替你把京海的天捅出一个窟窿来。何总失手了，顾寒亭动用了顾氏自贸区的专属私人海关码头，直接走绿色通道入关，由顾氏的私人直升机连夜送进了展馆。我们的封锁没起到作用。顾寒亭为了个女人，他倒是真舍得下血本。既然封不了货，那就封锁人。沈浅身边不是有3个和他一起开工作室的室友吗？是的，其中一个叫唐瑶，是唐氏集团的千金，但另外2个，一个叫苏小米。让去封仓库的人带句话给苏小米的父亲，要怪就怪他女儿交错了朋友，惹了不该惹的人。小米，怎么了？叔叔出什么事了？芊芊，我爸的仓库被封了，他们说因为我在外面惹了万源集团，我爸有高血压，要是坐牢他会死的。万源，他们会去我老家吗？我爸妈只是种地的老实人。万源集团那帮卑鄙小人！苏小姐，半小时前，顾氏集团已经全资收购李富勤贸易行51%的股份。我的天，顾总，您这速度简直是神兵天降！寒亭，他知道你的软肋是身边的人，这只是他的第一次警告。为了安全，接下来2个月，你们3个暂时搬进顾氏旗下的高档安保公寓。至于何万山，我们在海外的团队已经在温哥华的一家私人疗院里找到了当年给沈老爷子做伪证改病历的退休御医陈医生。我们必须在何万山杀人灭口之前，把陈医生的视频口供拿到手。我的天呐，瑶瑶、青青，我感觉自己现在就像是电影里被保护的证人一样。你们看楼下，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光是保安就过了3道安检。行了，苏小米，你就知足吧，这些是负责顾家核心成员的安全。万源集团那么大，我们天天躲着也不是办法。小米、青青、瑶瑶，对不起。这次是我连累了你们。我们是404啊，以前我们在宿舍里发过誓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何万山那个人渣冲着我们来，说明他怕了。只要合同一签，九州盟在亚太区的地位就彻底稳了。何万山的那些小动作就全成了笑。何总，出岔子了！顾寒亭那小子做事太绝了，他不仅用顾氏的名义强行收购了苏家贸易行，还把沈浅那3个室友全部接进了顾氏旗下的高档公寓，我们的人根本连大门都进不去。顾寒亭，他真以为自己能用顾家的权势把那个小丫头一辈子护在温室里？既然用人威胁不了他，那就用钱。黑石基金的雷诺现在是什么态度？雷诺虽然同意给沈浅3个月的时间，但他毕竟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我私底下接触过他了。何总，黑石基金手里攥着九州盟20%的股份。雷诺要的是钱，只要雷诺点头，加上你手里的15%，我们就有35%。明天我要在京海商会的慈善晚宴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给这个小丫头一个惊喜。沈总，这摆明了是一场鸿门宴，我建议我们找个身体不适的借口推掉这次晚宴。何万山要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如果连他的宴会都不敢去，还谈什么拿回沈家的一切？说得好，既然是鸿门宴，那我陪你一起去。我也很想亲眼看看何万山这只老狐狸今晚能玩出什么花样。浅浅，大伯真是佩服你的胆量。你妈妈在医院里快要断气了，你居然还有心思穿得这么花哨，跑来这里招摇过市。大伯，做贼的人都没害怕，我这个受害者为什么要躲着？至于我妈妈，她会活得比那些暗中下毒的畜生要长命得多。顾总，别来无恙啊！你最近为了这个丫头，又是动用自提港口，又是砸钱收购子公司。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把顾氏的未来压上去，是不是有些太幼稚了？何总，对我来说，她不是不相干的女人，她是我顾寒亭这辈子唯一的底线。沈小姐，何总今天下午已经向黑石基金提交了正式的股份收购意向书，价格比市场价高出20%。黑石只看重短期利益，如果明天的签约仪式出现任何差错，黑石基金将会在明天下午把手中九州盟20%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万源集团。雷诺先生，那就请你今晚把签字笔准备好，因为明天我们还会当场宣布九州盟旗下星空疗愈艺术基金会的成立。对于顾氏的未来，20年前你用下作手段吞了沈家，20年后有我顾寒染在，你连九州盟的一粒沙子也别想带走。至于何总，
你最好今晚多烧几炷香，因为明天你不仅拿不到黑石的股份，你那涉嫌故意杀人、恶意洗钱的万元集团，也会在明天彻底迎来你们的末日。尝尝顶级的明前龙井。一家人，何总，20年前你逼死我外公，20年后你毒害我妈妈，这杯茶我怕喝下去会脏了我的胃。何万山，茶就不必喝了，你特意把我们叫上，不会只是为了叙旧吧？顾总快人快语，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浅浅，你难道就从来没有怨过老天不公吗？他真的敢把沈若冰的亲生女儿锁在后院，当成活体血包偷了20年？何万山，你找死！你说什么？沈浅，你还不明白吗？当年是何总给了林建国2000万，唯一的条件就是让你一辈子烂在泥沟里。顾寒亭，你在京海权势滔天，但你敢在这里杀了我吗？我以前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我要受那么多苦，为什么我要活得像狗一样？今天你给了我答案，原来你所有的下作、残忍、折磨，都只是因为你害怕。我害怕？对。你害怕我外公，你害怕我妈，甚至害怕还在襁褓里的我。你用尽手段，只是为了确保沈家的骨肉永远站不起来。但是你算漏了一件事，我没死在那个铁笼里，我也没被抽干血。既然我活下来，这20年的血债，我会一针一针从你和万元集团的身上原封不动的扎回来。浅浅，何万山今晚说的那些话，是为了摧毁你的心房，别中了他的圈套。韩婷，我没事，我只是觉得荒谬。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被命运抛弃的野种，在林家受罪是我的命，原来我受的每一分罪都是何万山算计好的。这不是你的错，是那群恶魔的贪婪。顾爷，有些不对劲。后方有3辆没有挂牌照的黑色 SUV， 从会展中心出来就一直跟着我们，现在正在加速超车。李克，不要减速，这辆车是重装防弹车，他们撞不进来，强行冲过去。是，顾爷。顾爷，前面有逆行卡车，避不开了。浅浅，抱紧我，别睁眼。顾寒亭，你醒醒，你别吓我，你睁开眼看看我。浅浅，你没事就好。沈总，顾总怎么样了？警方已经封锁了高架桥，但那个大卡车司机在撞车后服毒自尽了，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浅浅，你身上怎么那么多血？你受伤了没有？快让医生给你看看。我没受伤，一点伤都没有，是顾寒亭右侧的臂主整个砸了下来，他用他的身体把我压在下面，他身上全是血，都是为了我。何万山这个畜生，他这是谋杀！他怎么敢在京海公然动手？沈总，现在是凌晨4点，还有6个小时，也就是上午10点，新闻发布会就要在艺术馆召开了。可您现在这个样子，顾总也还在手术室里，要不然我们向法国那边申请，把签约仪式推迟几天。推迟？我如果今天推迟了，顾寒亭流的血，我妈妈受的罪就全成了笑话。可是浅浅，你已经快40个小时没合眼了，又刚经历了车祸，你的身体怎么撑得住？撑不住也要撑。何万山以为用死亡就能吓退我，但他忘了，我是在林家的狗笼里活下来的人。安娜，去帮我准备一套干净的西装，再准备最浓的黑咖啡。9点整，我们准时出发去艺术馆。沈小姐，顾爷的命保住了，右肩胛骨粉碎性骨折，轻微脑震荡，虽然目前还在昏迷，但各项生命体征已经平稳，已经转入 ICU 观察了。韩婷，这一次换我来当你的盾牌，等我回来
各位媒体朋友，昨晚高架桥上的车祸是一场毁灭性的悲剧。我们年轻的代理总裁沈浅小姐和顾氏集团的顾总遭遇了严重的袭击，顾总目前还在抢救，而浅浅她因为极度惊吓无法出席。沈先生，我们的签约时间是10点整，如果沈浅女士无法按时出席亲自签字，我们将视同九州盟的单方违约，取消本次合作。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一点伤都没有？昨晚高架桥上的卡车司机虽然毒发身亡了，但他死前留下的行车记录仪已经移交市局刑侦大队了。让你失望了，我连一根头发都没剩。贝尔托先生，非常抱歉，因为昨晚京海发生了一些 municipal 引起的交通拥堵，耽误了我5分钟。我们可以开始签字了吗？沈女士，你的勇气和骄傲简直就像是高卢雄鸡的羽毛一耀眼，请签字。雷洛先生，合同已经签了，不知道你和万源集团的股权收购意向还要继续吗？沈总说笑了，黑石基金作为长期财务投资人，绝对不会放弃和您的合作。何总，看来你的算盘又落空了。回去告诉沈建川，今晚对万源集团的股票进行全面围剿。何万山，你的末日到了。沈总，万源集团在12.8元这个位置有极强的支撑位，何万山动用了他们的备用资金在死守。如果我们想要强行砸穿他的防御，我们至少还需要15亿的重资砸下去。但顾总现在还在昏迷，顾氏集团的公用资金在没有董事会集体授权的情况下，无法动用这么大额度跟去打消耗战。顾氏的资金不能动，那就动用我妈妈留给我的底牌。沈总，这可是董事长留给您最后的保命钱啊！如果砸进去输了，您将一无所有。我妈妈建这个信托是为了防海盗，何万山就是个穿西装的海盗。雷霆倾泻20亿，给我全部做工万源集团，砸穿他的支撑店。砸盘的资金太恐怖了，突然涌进了20亿的空单，我们的买单在瞬间被全部吃掉了。他们这是不计成本的自杀式砸盘啊！这不可能，那个死丫头哪里来的钱？何总，是九州盟的海外深海信托，深潜那个疯女人把她妈妈留给她的保命信托全部解密砸进来了。疯了，这是要跟我们同归于尽。打电话了，如果我们下午1点前不能补足10个亿的保证金，他们就会强行平仓我们质押的全部股权。万源集团要易主了。第一，平仓预警触发，万源集团质押股权进入强制清算程序。沈总，成功了！何万山质押在京海发展银行的30%的股权已经被强制平仓，我们成功砸穿了他的帝国底座。何万山，你抽了我20年的血，今天我抽干你万源集团的资金，这只是第一步。沈总，何万山的人已经摸到了陈医生的私人疗养院，双方带枪动了手，顾总派去的保镖受了重伤。资本市上的围剿虽然胜利了，但现实中属于肉体与硝烟的生死时速才刚刚开始。沈总，虽然我们在2级场上砸穿了万源的股价，但何万山在京海树大根深，他名下的新城区古镇改造项目目前正在申请一笔高达40亿的市级非遗文化保护与绿色生态建设免息基金。只要这笔40亿的政府资金批下来，万源就能立刻堵上银行的亏空，彻底盘活现金流。我们这2天的围剿就会前功尽弃。这太不公平了！他一个偷税漏税、买凶杀人的黑心商人，凭什么能申请到政府的文化保护基金？万源在施工过程中，为了节省成本，偷偷把附近工业园区的废水管路接入了古老运河，里面的锰铅和重金属超标了整整30倍。老街染坊里的那些非遗传建者，好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手艺人。万源的拆迁队为了逼他们签字搬迁，昨天深夜用推土机强行推倒他们100年老染坊的墙。既然他们用资本压人，那我们就用舆论和正义当众撕了他们的皮。我爸旗下的30家媒体随时听候你的调遣。好，既然何万山要粉饰太平，那我们就送他一场空前绝后的艺术展览。沈总，请问这个装置艺术是针对万源集团的抗议吗？你们有数据支持吗？这不是抗议，这是艺术对现实的记录。艺术不该只锁在展厅里，它应该成为弱势群体发声的武器。这匹布是我们昨晚用莲花老间非遗烟染工坊的水井里打出来的水，亲手染出来的。重金属杀死了传统的植物染料，这就是万源集团所谓的文化保护示范项目。40亿保护免息基金立刻暂停审批，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万源工地。何万山，你没有钱了，接下来的世纪残局，你看谁还能保得住你？你真的醒了？
顾寒婷，你这个混蛋，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害怕？我看到了沉默的泥土。浅浅，你今天很漂亮，也很像你妈妈。我早就说过，你没那么容易被打倒。我宁愿我不需要那么坚强。顾寒婷，下次不准再用你的身体来挡，听到没有？既然我醒了，这盘残局也该收尾了。顾爷、沈总，温哥华那边传来最终消息，我们的人不仅成功把陈医生从火场里救了出来，还拿到了陈医生一直带在身上的保密柜钥匙。陈医生在视频里亲口承认，20年前他收受了何万山通过开门群岛客公司汇入的50万美金，伪造了沈老董事长的病历，并注射了过量假盐。50万美金，一条人命。何万山这个畜生！不仅如此，李克，把昨晚我们拿到的何万山给周阳转账的那个瑞士秘密账和20年前给陈医生转账的账户做对比，完全吻合。铁证如山，所有的资金来源全部指向了同一个铁证何万山。这是铁证，有了这个，市局和经侦大队可以立刻对何万山刊发批捕令。浅浅，何万山现在资金链断裂，股票崩盘，又面临刑事调查。他现在是头穷途末路的疯狗，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拿着这份证据和李克一起，带上顾氏所有的内卫，直接去找刘局长，不要多说一个字，必须在今天日落前将何万山抓住，防止他变卖资产逃跑。韩婷，你在医院等我，这一次我会亲手送他进监狱。沈总坐稳，有埋伏！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沈大小姐，何总请你去喝茶，走。沈总，浅浅，你真厉害，在短短3个小时内把万源集团彻底砸成了一堆废铁。何万山，万源不是我砸碎的，是他底下的冤魂和血债。放了你，我一辈子的心血都没了。银行封了我的资产，法院要逮捕我，我放了你，谁放过我？既然要死，我就得拉着你一起下地狱。我要让沈若冰一辈子都活在丧女的痛苦中。把枪放下！顾寒婷，不准动！谁敢上前一步，我立刻打碎他的脑袋！我的私人直升机就在顶楼，给我准备10亿现金和出境的航线，否则我们今天就同归于尽！顾寒婷，把飞机给我调过来，还有那些钱，我知道你有办法。你只要敢动一下，我立刻拉着这个小丫头一起垫背。何万山，你的飞机不会来了。半小时前，你所有的起飞许可都已经被撤销了。你骗我！我还有钱，我海外信托里还有5个亿，我可以坐船走。钱？何万山，你现在连1分钱都没有了。今天早上9点整，瑞士联邦法院已经冻结了名下所有的加密账户，还有你那准备入境的老婆和孙子。半小时前，你涉嫌跨国洗钱和谋杀共同犯罪的罪名，被当地警方正式拘留。苏黎世，他们怎么会？我明明隐藏了他们的身份。你用你一辈子的血债和阴谋，你还亲手把你的子子孙孙全部送进了地狱。完了，全完了！不许动，双手抱头蹲下，目标已被制服，安全。韩婷，你的手怎么样？是不是又裂开了？谁让你乱动的？我没事，浅浅，我说过，只要有我在，就没人能动你分毫。沈冲山，你有个好外孙女，我何完山输得不冤。这一场横跨了20年2代人的血海深仇，终于在这一隅冰冷的烂尾楼里，迎来了法网恢恢的最终成算。尝尝，挺甜的。确实很甜。何万山判了，沈建团一审判了20年，在法庭上哭得不成人形，一直喊着让你原谅他。钱，顾爷大喜事儿啊！刚才顾氏的安保大叔跟我们说，万源的余党已经被清扫干净了，我们今天终于可以正式退房回学校去住了。可算能回去了。顾总那套公寓虽然高级，但天天被8个保镖盯着，本小姐连去便利店买包薯片都觉得压力山大。浅浅，这是我亲手做的红豆糕，我们在新闻里看到万源倒闭的消息了，你终于做到了，你不仅保护了我们，还替阿姨报了仇，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在后面撑着，我可能真的熬不过这3个月。嘿，说什么呢？
我们是404，以后星空疗愈要做大做强，咱们4个一个都不能少。想什么呢？我在想，这3个月的试用期，我算是不辱使命了吧？枫丹白露签了，我妈妈要是醒过来，应该不会觉得我丢了她的脸。她会以你为荣。倩倩，等沈怡醒了，等公司重组结束，我们结婚吧。好。沈总、顾总，利用从万源集团服务器里拿到的毒素思辨式，我们的海外专家团队连夜合成了这支神经抗剂。虽然它在白鼠实验上成功了，但是什么？毒素在沈董体内潜伏了半年，已经和他的神经末梢深度结合。这支解药打下去，会瞬间强行剥离毒素，这会引起极度强烈的神经和心血管反弹。如果沈董的心脏撑不住，可能会在注射后的3分钟内心跳骤停。沈总，要不然我们再等几天，等专家的临床实验数据再多一些。韩婷，我该怎么办？如果我输了，我就亲手杀了我妈妈。倩倩，林医生说过，如果不打解药，你妈妈的脑细胞会在2个月内开始萎缩，变成永久脑死亡。你妈妈不是个向命运低头的人，如果她醒着，她一定会选赌这一把。签吧，出任何事有我陪你一起担。林医生，注射吧。开始注射，剂量10毫升。沈总、顾总，成功了！毒素彻底被神经课正剂剥离并中和。沈董的脑电图显示认知功能正在全面复苏，他现在正在做梦，未来的48小时内，他随时都会醒过来。太好了，韩婷，我妈妈要醒了，她要醒了。我知道，倩倩，你做到了，你妈妈要回来了。妈，今天阳光很好，外面的红松树长了新芽。你最喜欢的清蒸鲈鱼，我已经让周嫂去准备了。还有，昨天我们的沉默的泥艺术展彻底火了，何万山已经被判了，万元的所有资产正在进行清算。妈妈，我守住了九州盟，我没有让你失望。医生，快来！妈妈，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沈总，瞳孔反射正常，语言功能正在恢复。沈董彻底醒了。倩倩，妈，是我是浅浅，你终于醒了，你快吓死我了！我的浅浅，你变了。妈，你睡了3个月，有太多的人想要抢走你的王座，我如果再不长大，就保护不了你，也保不住九州盟了。傻孩子，本来是为了让你当一辈子无忧无虑的公主，可我却让你一个人去面对那些豺狼虎豹。而且我不是一个人。沈怡，欢迎回来。韩婷，安娜在信里都跟我说了，昨晚要不是你，倩倩恐怕就你身上的伤。沈怡，一点骨折不碍事，只要浅浅平安，别说是一条右臂，就这条命我也给得起。浅浅，今天董事会是万元资产存主的最终表决，你紧张吗？紧张？妈，我连万山的枪口都面对过了，董事会里那几只被拔了牙的狐狸还不至于让我发抖。好，不愧是我沈若欣的女儿。不过今天大局初定，妈妈想陪你一起去公司。妈，你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医生说我不参与决策。今天妈妈亲眼看我的浅浅现在是如何在董事会上执掌江山的。诸位董事，坐。今天我大病初愈，只是作为旁听生列席。今天的会议由我们的执行总裁沈浅小姐全程主持。诸位董事，万元重组方案已经分发到各位手上。关于将莲花老街社区改建为星空公共艺术公园的决议，现在开始提问。沈总，改建艺术公园我没预测，将原本的商业街改成免费公园，第一季度的商铺租金收益会直接缩水12%，这我们怎么向海外的信托机构交代？孙董事，你算的是20年前那种只靠收租生存的死账。国内首家艺术体验旗舰店已经选址在艺术公园的南侧，我们昨天已经和法国总部签署了补充协议，该地段的溢价率是市场常规价格的35%，艺术公园带来的免费流量会直接转化为顶级奢侈品的购买力。精彩！用艺术带动顶级商业，黑石基金完全赞成沈浅总裁的重组方案。赞成！赞成！浅浅，我的宝贝女儿，你终于不需要妈妈的保护，
也能够独自站在这万山之巅了。妈，这太快了！你身体刚恢复，董事会虽然通过了重组，但海外那几个老牌信托机构依然需要你的名字来稳定钱钱。海外那几个老狐狸最看重的是利益，而不是我这张老脸。今天你在董事会上的表现，已经足够让他们闭嘴了。我20岁接过沈家的烂摊子，在海外跟那些豺狼虎豹拼了20年，我太累了。以前我不得不穿着这身西装，是因为我身后空无一人。但现在我转过头，我女儿的脊梁比我还要挺拔，这顶王冠你戴得比我稳，我是时候退席了。韩婷，你是顾氏的掌门人，也是浅浅未来的依靠。今天我想请你作为这份王权交接的官方见证人签字吧。沈姨，感谢您的信任。在京海，只要顾氏在一天，我绝不让浅浅受半分委屈。好，好，那30亿的免息财务语助，大公证处已经录入信托了。韩婷啊，我听说你把这笔账期直接转成了给浅浅的聘礼。妈，您胡说什么呢？是的，沈姨，如果您觉得30亿不够，顾氏在海外的3个自贸港口，随时可以追加进聘礼单里。傻丫头，有人抢着送你江山，你还嫌多？浅浅，我已经让安娜在南山物色好了一栋中式的小四合院，那里依山傍水，空气好，最重要的是清静。妈，你真的要搬去南山？那离市区很远，我想见你都得开车1个小时。傻孩子，我20岁前也是学画画的，这20年来，我的手心里沾满了合同、股票和对手的血，我都快忘了画笔拿在手里是什么感觉了。我去南山是为了重新拿起我的画笔，去画一画南山的日出和晚霞。至于这繁华的京海，这千亿的帝国，就交给你和韩婷了。妈，我答应你，我会把公司管好，你也一定要画出最漂亮的画。沈董，高层管理委员会的10几位高管已经到齐了，今天是您正式作为董事长主持的第1场高管会。不过什么？关于您在企划书里提到的，要将集团每年净利润的5%无条件拨入新成立的星空疗愈艺术基金会，财务总监梁总似乎有些不同的意见。有意见很正常，走吧，去听听梁总的高见。诸位，今天会议只有一个议题。九州集团将正式重组，建立永久性公益板块星空疗愈艺术基金会，首期注资5个亿，此后每年集团净利润的5%将无条件拨入该基金会。沈董，5个亿的启动资金我们没意见，但每年一同净利润的5%，我们毕竟是上市公司，把这么多钱投入到没有任何财务回报的纯公益项目里，那些海外投资人恐怕很难买账啊。梁总，你觉得为什么法国枫当白两集团会愿意把亚太区唯一的独家授权给我们？因为我们的商誉和顾氏的担保。不是我们昨晚在规划局门前举办的那场沉默的奴土艺术展。在现代资本市场，单纯的追求利润已经过时了。有了这个基金会，我们每年可以获得政府高达数千万的税收减免。更重要的是，这笔无形的商誉资产，比你花10个亿去买电视广告要有用得多。只要我还是九州的董事长，这家公司就必须有灵魂。梁总，我的解释足够说服你的财务报表了吗？沈董，您的商业逻辑和情怀无懈可击，财务部完全赞成，完全赞成。浅浅，通过了吗？我们真的要当基金会的联合理事了吗？苏小米，把口水擦擦，多大的人了，还这么沉不住气？你帮我们把梦想变成了最伟大的事业。不是我们一起，姐妹们，收拾好话剧，我们的星空要亮了。大家都慢点儿，注意安全。唐小姐，这就是你们九州盟和顾氏砸了几个亿成立的会，这种没有任何学术技巧、没有技法可言的涂鸦，在艺术市场上连收藏的价值都没有。韩总，如果我没记错，你那家韩氏画廊上周刚刚因为虚高炒作大师画作，涉嫌帮客户逃税而被立案调查吧？我是这种专业化妆和价格炒作，这些穷学生和残废一辈子也别想靠画画养活自己，他们画的就是垃圾。垃圾。是不是垃圾？恐怕轮不到韩总在这里值守。韩总说，他们一辈子也别想靠画画养活自己。今天，我们星空疗愈基金会在此正式启动微光扶持计划。他们不需要去迎合你们那些充满铜雀味的画廊，
他们有九州盟和顾氏，终生供养。这怎么可能？你们疯了！这得花多少钱？顾氏商业银行将对所有加入微光计划的艺术工作室提供终生免息创业贷款。韩总，至于你那涉嫌欺诈逃税的韩氏画廊，顾氏法务部今天上午已经正式向工商局提取了吊销营业执照的法律程序。现在你可以滚了。那是他们相遇的那一晚，冷硬的暴风雨在沈浅的笔下变成了满天的星光。是在画我吗？我把那晚的暴雨改成星光了，因为遇见你之后，我的世界就再也没有过暴雨了。你的世界本来就该有星光。浅浅，谢谢你，把我画得这么好看。你的右手真的没事了吗？医生说还要静养2周，你别乱动。医生说，抱我的未婚妻不算剧烈运动。我祖母和母亲这几天已经拟好了3套婚礼方案，在法国的古堡，在纽约的庄园，还有在京海的南山。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其实我不需要多奢华的婚礼，我只要我妈妈坐在台下，有小米他们在，有你在，对我来说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婚礼了。这颗原钻是我在顾氏自贸区你亲自开启的第一个港口里发现的，它和你一样，不屑于世俗的切割，却有着最真实、最不可摧毁的傲骨。沈浅，你前半生20年的风雨，我来不及参与。你的余生，我用顾氏的江山和我的命护你一世星河长明。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顾寒亭，我愿意。他们在废墟上相遇，在深渊里救赎。从今天起，余生漫漫，星河长明。他们将并肩走向最幸福的黎明。老董事长，以前我们天天盯着股市 K 线看，可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加起来也没有现在这个画展好看。是啊，浅浅这孩子做得比我好。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不是建立了九州盟，而是把这个帝国交到了一位真正有灵魂的继承人手里。下面有请九州集团董事长、星空疗愈艺术基金会创始人沈浅女士上台致辞。大家下午好，有些朋友可能听过我的故事。3个月前，我还是一个在林家被关在铁笼里，连活下去都是奢望的活体血包。但今天我能站在这里，不仅是因为我夺回了我的名字，更是因为艺术。它在我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候，给了我活下去的火种。浅浅，妈妈彻底放心了。从今天起，南山小宅的日出，妈妈可以安心去画了。妈，这个周末我和韩婷带上红豆糕去南山陪你画日落。沈姨，南山的直升机和顾氏的安保已经全部对接好了，下个月我们的婚礼菜单也已经送去您的别院了，还得请您亲自过目。好，那我就等着当最享清福的证婚人了。